036第36回化观音指示善事，卖药草新逢孝子。037第37回治为病兼服薄荷汤，伊沙镇传说观音柳。038第38回严居士建造白衣庵，刘贤复窥骨疗孤疾。039第39回无孝子万里寻亲，观世音几番现世。040第40回钩金鳌解除苦难，归南海结束全书。036第36回化观音指示善事，卖药草新逢孝子。心等于心。话说上一回书中，因为叙述一封之事，把菩萨那边搁过，如今却又要回转笔来补叙菩萨的行踪了。菩萨自从救度了贾一峰，当时姑苏的人民见贾一峰行善得了恶报，妻子被杀，自己又吃冤屈官司，屈打成招，免不了杀身之祸，甚是替他不平，有的竟指菩萨没有灵感，直到后来县官审清了这一桩无头案，知道是菩萨留记指点，才能破案，于是又把疑团打破，越发深信菩萨的威力，虔诚供养。菩萨游踪，一路来到太仓，又遇见一位善人，此人姓王名熙，绝豪教经时曾经做过显宦，现在喜隐家园，享清闲之福。他虽曾做显宦，但乐善好施，终身不二色，晚年喜欢谈佛学，心坚定，凡远近大小寺院，他却亲自写了匾额送去悬挂，为众指导。恰好那时有位圆通法师，乃是一位有道高僧，来到太仓创新佛法，今时与他往来极密，谈禅说法非常透彻。当时太仓有了这一位显宦，一个高僧的提创，大家都自谨从，佛法极为兴盛，今时十分欢喜，又想起观世音菩萨的种种灵机，便发愿聘请名手画家，画1000幅菩萨法像，施舍民间，使他们一心向善。这一来是信佛心虔，二来也可以借此移风易俗，使和敬的人民不要为非作恶，补正教所不及。他打了这一个主意，便去和圆通法师商议到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列代显机所现宝箱各个不同，我今欲画菩萨像1000幅，施舍民间，使大家信奉，不知画何种宝箱为宜。圆通法师道居士肯如此尽力佛教，功德真是无量。若问菩萨宝箱，照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上敢说，共有8箱。第一是金刚观自在菩萨，第二是与愿观自在菩萨，第三是树珠观自在菩萨，第四是钩照观自在菩萨，第五是除障观自在菩萨，第六是宝剑观自在菩萨，第七是宝印观自在菩萨，第八是不退转经轮观自在菩萨。8尊菩萨有8画像，各有一般神通，
就近一画那衣香，贫僧也不敢断定，还待居士自觉。今时踌躇了一会，倒那么如此罢。我们就多雇几个画工，先齐命他们斋戒沐言，虔诚祷告菩萨，请赐遗诏，菩萨愿献贺香及叫他们看见，然后依梦中所见的照画，岂不是好？原法师道如此却好，今时于是命人招募画工，1月之内，恰恰的招到8位，便将画像其梦的事告诉了他们一遍，大家自然照办。可是一连9日，8人中一个也没有得到梦兆，今时心中甚为不解。其实菩萨恰巧在此经过，闻得此事，便化身为一个白衣秀士模样，造门请见，说是善画各相观音。今时一听此话，甚是喜悦，连忙请入相见，谈论之下，甚为合意。秀士自称曾7次梦游佛国，故熟悉诸般菩萨的面目，既是善事发此宏愿，愿相助成功。今时又问画那一副宝像，秀士道既然圆通法师向善事说起8香，余亦不如8香都画，以免缺陷。今时大喜，便命设下香案，预备了金银针、纯净笔砚、清洁纸张，请秀士动手。秀士略不凝思，提起笔来就画，出手迅速异常，真是运笔如风，挥毫似电，不消片刻，一尊已就，重又取过一幅，纸铺了，又是一阵子挥洒，又成了一尊，如此费了大半天功夫。8尊宝香已完全画就，端地是8样法身，看那第1幅题着金刚观自在菩萨，画的人眉怒目作田之状，云是愤怒香，摄伏群魔。第2幅题着与愿观自在菩萨，画的慈眉善目，左手执一经卷，右手作施愿之状，云是大慈之香，广结善缘。第3幅题着树珠观自在菩萨，和睦明坐，手中扣着一串念珠，作莫数之状，云是大悲香，了除尘劫。第4幅题着勾照观自在菩萨，一手3面，正面西移，头载天冠，冠有化身阿弥陀佛，左面怒目可畏，并把耸树，手戴月冠，右面平眉怒目，狗牙上出，一身6臂，一手持卷锁，一手持莲花，一手持3叉戟，一手持乐斧，一手施无畏，一手把如意宝杖，结跏趺坐，云是圆通香，勾取人天之余，于菩提之岸。第5幅题着除障观自在菩萨，一手3目，右手执宝镜，左手作施愿状，云是普照之香，破除6道3障。第6幅题着宝剑观自在菩萨，顶上涌现莲花，一手执宝剑，一手举胸前，云是解脱之香，斩除6贼。第7幅题着宝印观自在菩萨，一身3面，都现慈悲状，一手执宝印，一手把
灵铎一手执幡幢，一手持剑，一手持宝镜，一手把莲花，云是训奋之香，驱驰三界。第八菩提者，不退转经轮观自在菩萨，玉面含笑，手戴宝冠，冠中有化身。无量寿佛，两手捧经轮作旋转状，云是如意香，转除恶业。今时看了这八幅图像，大喜过望，赞不绝口。那秀士又说到，如今善士有了此八幅蓝本，可以给化工临摹。小子却要告别了，今时苦留不住，送金银给他，又不肯受，反是他取出一颗圆子送给金石，说是西方无患子，常佩在身，可以免除灾害，益人智慧。金石谢了又谢，一直送到大门之外，才拱手而别。于是他就带了话去找圆通法师，告知一切。法师道：恭喜居士，今天却遇见菩萨了。金石道：此话怎讲？难道作画的白衣秀士就是观世音菩萨不成？法师道：怎么不是？要不是菩萨，凡间人即能画出这种宝相，又从何得此无患子呢？金石方才恍然大悟，于是一发高兴起来，将八幅画像悬挂在大厅之上，令8个画工每人认定一针去临摹，一针脱手，他便自己写上1卷多心经送给人家，又把那1颗无患子种在地上，果然发芽结子，分送人家，使大家祸福远祸，整整的1年有余，才送奉了1000画观世音像。菩萨手画的8幅留在家中，奉为传家之宝，从此太仓的佛教大兴。尤其是王氏一门，大小都信仰菩萨，子孙如王烟客等都是科名望重，大家以为是奉佛的善报。菩萨自从留画给王金石之后，便又化妆为一个卖药草的行脚医生，挑了2个藤斗子，内中放着好几10样药草，走到闹市之中，在人烟稠密处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将担子放下，取出1块金符来，铺在地上，盘膝而坐，专等主顾上门。暗中观察那一般来来往往的行人，细辨中间贤佞，正在观看，忽来了一个12、13岁的孩子，身上穿得破烂不堪，纯衣百结，赤足蓬头，奔到跟前，劈口问道：卖药的老丈，你可会得治病？菩萨道：吃孩子不会治病，如何好卖药？岂不要误人性命？小孩道：那么请你治病，不知要多少钱才行？菩萨道：行医之人，原是半积阴功半养生的，我只要遇见有缘之人，贫苦之辈，非但不要诊金，连药也肯送礼。小孩子听了此话，不觉喜得跳跃起来，拍着小手道：好了好了，今天我父亲遇见你老丈，就有了救了，我只求老丈慈悲一下，医治我父亲的活，永世也不敢忘了你的大恩。说着拖着菩萨就要走。
菩萨道：你且莫慌，可将你父亲的病先说与我知道，看我医的。医不得，如其是医的，那时跟你同去不迟。那小孩子便将父亲的病情说了出来。正是看他纯孝子，疑是有缘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037第37回至为并肩服薄荷汤。伊沙镇传说观音柳。观音柳称柳科，又名赤杨、河柳、人柳、三年柳。话说那小孩子听了菩萨的话，一面放了手，一面说道：我家父亲名唤张四，一向卖烧饼为国，家中除我们父子2人之外，没有旁人，穷也穷到10分，一天卖下来的钱只够吃薄粥，不料2天前，父亲却说身子不好，可是还勉强出去卖饼，因为一天不卖就1天没得吃，晚上回家就支持不得，倒头就睡，这一睡就睡糊涂了，竟然不省人事，喊他也不答应，推他也不动弹，身上热得好，似烘烧饼的炉子，干焦焦的着手。我急了去找二伯，无奈二伯也穷得腰无半文，没法可想。第2天就想请魏郎中来看看，只是没有诊金给他们，一个也不肯来。倒是前天晚上病倒的，昨天整整的1天不声不响，今天又是半天了，身上的热更烧得厉害，看来是难救的了。我正想到城外去请娘救，不料在此遇见老丈，真是再巧也没有。请你好歹去替我父亲医治一下，那才是因公积德的呢。菩萨道：如是，我们同走好了。于是便收拾担子挑好，跟着小孩子一路行来，连转了2个弯，来到一座破碎不堪的土地庙中，只见张四直躺在一张板铺上咬紧牙关，闭着双目，如已死去的一般。菩萨见系风寒郁结所致，使从藤豆里取出一束药草交给孩子，叫他去煎服，不多一会煎好了，倾在瓦罐里，只觉得香气四溢，清新开胃。菩萨又帮同孩子用竹筷撬开了张四的牙关，热热的灌了1碗。隔了半个时辰，又浓浓的灌了1大碗，只见头面渐渐地滋出汗来。菩萨说：如今不妨了，出的一身畅汗，自然清醒，病就好了。当时便告别要走，孩子道：老丈且慢，你的药也要本钱的。我身上还有5个清钱，就送了你爸，你莫嫌过少，这是聊以致意的呢。菩萨暗想，难得穷苦人家出此孝顺儿子，当下便对他道：不消你破费钱钞，我这药草却是自往山中去采取的，不会费的。本钱我看你小小年纪，倒有如此一片孝心，甚未可尽。如今给你1包种子，你尽可往河岸之处种了，长成收获之后，你便
可割了去卖给药店之中，名叫过河，也可以得些蝇头之利，与你父图活。孩子接了，拜了又拜，谢了又谢，菩萨就扬长而去。那张四在夜间果然出了一身畅汗，又下了一次大解，顿时清醒，不久便依了菩萨的吩咐，自此种薄荷为生，后来进的陈小康。薄荷这一件东西，现在各地都有得出产，但终以太仓的出品算最好，据说还是因为菩萨的守则，才能不同凡品里呢。其实或许是地气的关系吧。再说菩萨又离了太仓，一路向西北而行，走入海隅地界，路上听人家说起，进于山之上，忽然产生了一种怪虫，似蛇非蛇，全体翠绿，身有四角，形似壁虎，却又大上几倍，当地的人呼谓四角蛇。此物匿伏草间，行动极为迅速，且与草木颜色相类，很是不易辨认，况又毒而无比，一咬了人，奔跑不上10步，就得毒发倒闭，无药可救。故近来一般靠山为生的人，都吓得不敢入山，绝了生计，叫苦连天理。菩萨一听此话，记在心头，便又化妆一个卖眼药的捕蛇化子模样，直到海隅城外，果真说有此事，大家因他是外来的捕蛇者，量来有些本领，便都来请他设法除此四角蛇之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当时就答应下来，独自个儿背着住蛇的路子，走入深山，找到蛇洞，施展法力，将河山的四角蛇完全捉到，放入路中，待下山来当众说道：此物虽毒，却可以入药救人，世间缺不得它，故我不能加以杀害。如今待我用禁咒之法，使它潜口，以后不再咬人就是了。众山桥也但求如此，自然无话可讲。只见菩萨咬破了一只中指，从路中一条一条将四角蛇捉出，在每条头额之上滴上一小点鲜血，仍旧放入草间。说也奇怪，自从这么一来之后，那四角蛇虽然很多，见了人却只有逃避的份儿，再也不会咬人。直到如今，虞山的四角蛇额上的确还存留着鲜红的一点，据说是个特点，别处四角蛇却无此标记的。闲言少叙，却说那时正是春夏之交，因为天时忽寒忽暖的关系，一般小儿多患沙疫之症，差不多到处都有，并且最危险的是，单沙往往透了出来，一不留心，偶然受了一点风，或是热得太过，以致内陷，毒气攻心，不可救药。单沙即麻疹。菩萨见了，好生不忍，在药物中一算，只有赤琛柳可以救得此危。幸喜此物民间也生得很多，又恰当下令，正是此物盛生之时。当时菩萨想寻觅一个有缘之人，将此方法传授给他，以救一方。
小儿之命，于是一路行到新丰之路，听见有2个人坐在山路上面讲话。一个年轻的说道：如今天道是反了，行善的人一向弄得七颠八倒，作恶的人倒反而逍遥快乐。老伯伯，你想，陈东岩家的老员外，他是多么行善的呢？修桥补路，他那一件不做，下令开唐诗诊给药，冬天开场施粥给医，也不知救了多少性命。如今弄到他自己孙儿出丹砂，据说受了一点子风，丹砂饮了，朱医束手，已是没有声望的了，你想可气不可气呢？老者道：这由于树和命罢了，论理言员外这种人家，非但不当有这种玩逆的事，正宜公侯万代理，但如今弄到身上，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大家替他同声一叹罢了。原来他们言信，却是颜文进宫之后，有一位盗彻先生，他一生就一副慈善心肠，好为善举，35子，人劝纳妾，他只说未得其人。有一天偶然到亲戚家中，见一个婢女，却光着头没有须发，先生无意间问起，才知是个哑子，于是便向那亲戚说道：叫他把头发留起来，我便娶她为妻。那亲戚如何肯信？盗彻便生约留聘，第2年便娶了回去。人家问他为何却那一个哑子，盗彻道他天生阴哑，已是十分可怜，况且主人不使须发，人家知道他是哑子，自然不会去娶她，后办事的日子岂不是更加凄苦？我因此才收纳下来呢。当时人家不免讥笑他，后来他果真得到3个儿子，行善也格外认真了。那2人谈话中所说的颜老员外，却就是这位盗彻先生啊。菩萨那时正在路上采的一束赤琛柳在手中，听了2人之话，便将过去向2人说道：丹砂内陷，委实不易调制，唯有这赤琛柳煎服有效，你可拿去送往严宅，叫他们赶紧煎成浓汁服下，在1个时辰后，如其再不见效验的话，另用炭风炉1支，烧了赤炭，取红枣杂至罐中微炖，沙子自然会推出来的，这是秘方，你等它能广为传布，也是无量功德。那少年接了赤琛柳，正待要走，忽又站住道：先生，敢请教你老人家尊姓大名，现住何处？回头颜老员外问起来，我好回话。菩萨道：我却没有姓名，若是颜老员外问你时，你只说有一个珞珈山人云游过此，闻知员外家小儿病重，故特传此秘方。员外听了，他自会知道的。说罢便与2人作别下山，不在话下。再说那少年拿了一束赤琛柳，拔脚飞跑，直入严府，将上杨一段话说个明白。员外道：既然如此，你可问的那人姓名。
少年道他说没有名姓，却叫做珞珈山人。员外一听此话，道生向空便拜，把各少年道吓得一跳。正是慈悲真面目，俗子未曾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038第38回严居士建造白衣庵，刘贤复窥骨疗孤疾。话说严道彻听少年说出珞珈山人4字，就知道是菩萨现世，不觉道生向空拜谢，拜罢起身，便命少年烧斋，自己却拿了那衣束赤琛柳送到里边，说明就礼，叫家人快去煎给小官儿吃。家中上下人等听说菩萨指示，都喜出望外，笑逐颜开，知道小官儿今番有救了，自去煎煮。道彻便去拿了50两银子送给那少年做酬劳，又说明他们所遇见的是观世音菩萨，还问明了菩萨是香的地方。那少年只因多了一番嘴，奔跑了一趟，却获到白花花50两银，怎不欢喜，道谢而去。道彻重新入内，那时药已煎好了，便灌给小官儿吃了一盏，隔了半个时辰，面部已斑斑点点地推出沙子来，当晚就推齐了。大家小心看护，1周时之后，渐渐地回了点，研医调治，不久痊愈。再说那少年回去，知道遇见了菩萨，便告知老者，大家以为菩萨所传的方药自然是灵应的，于是广为传布，患同样病症的人家真着如法炮制，果然十分灵验，这以来真救了不少小儿的性命。大家感激观世音菩萨的大德，因此赤琛柳一物，便改名为观音柳，纪念深恩。再说那严道彻在孙儿病好之后，便招工部将，大兴土木，在新丰之阳菩萨当日事相之处，造起一座庙宇，题名为白衣庵，塑着白衣观音的法像。这位菩萨的手里不拿杨枝，却拈着一枝赤琛柳，做施舍之状。大家因为菩萨救护小儿，使能延年益寿，故称为延命观音。这座白衣庵当时香烟鼎盛，直传到现在，依然矗立山腰，香烟不绝。逢到2月、6月、9月3个19日，4乡8镇的人都来烧香，盛况不下杭州3月的香市里。再说菩萨自转了丹方之后，即便离了海隅，一路依江岸而行，到处广行方便，整拔众生，但不清将真面目是人，故受贿的人也不尽知道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那一日来到沧州地界，在一个小村子里求宿，他求宿到那一家呢，也非无故，因看见他有锐气笼罩，故此去一瞻就近，走到那家门前，只见里边走出一个妇人，面有忧容，手中拿着一个药罐，出去清药渣。
观世音菩萨那时也已化妆了一个中年妇人模样，上前说道：大嫂呐，我是过路之人，因天色已晚，无处存身，故特来向大嫂商量，愿借一宿。那妇人道：本来可以相留，现在因为婆婆有病，家中又没有人手，照顾不周，如何可以相留尊客，还是另投别家吧。菩萨道：别家都有男子，诸多不便，还望大嫂方便方便，我也病。不要大嫂照顾什么，只求借一角之地，过这一夜，明早即便登城，绝不有扰的呢。那妇人心地慈悲，见他是过路之人，不愿绝人太甚，当下便答应了，清了药渣，让他进的里边，在灶下坐了。又向他说道：锅中有饭，壶心有茶，饥渴时不妨自用，我去服侍婆婆，等一会再来给你被褥。说罢自去。菩萨就在灶下存身，现在我且将这家人家来叙述一番。他家姓汪，那妇人却是刘氏，丈夫早已去世，只留下她和一位年纪70的老婆婆，幸而家中有些资财，还够婆媳2个度日。刘氏对待婆婆十分孝敬，一切总是先议成旨，从不违拗，一向相安无事。不料今番婆婆病起来了，病的是恶逆，历经大夫医治，百药无效，病势一天重似一天，危险异常。刘氏十分着急了，她曾听的人家讲过盔骨疗亲的故事，说是极端灵验的，她当下便打定主意，也自割一片肉，疗治婆婆的危急。此际恰巧来了菩萨，艰巨不得，只所让她入内，将她安顿除下。刘氏便先去瞧看婆婆，见她呼呼熟睡，才回到自己房中，取过衣，把锋利的剪刀捋起了衣袖，用口将左臂上的一块肉擒住扯起，获的就是一剪，鲜血直冒。他唾下口擒的一片肉，放了剪刀，然后撒上香灰，将血掩了，扯了一块布条，扎缚好了，然后拿了那块肉，走到外乡，放在瓦罐中去煎煮。人家说盔骨疗亲是不觉得疼痛的，这句话却不见得，因为好好的皮肉，用针刺一下还觉得疼痛，又何况剪去一块呢？不过在盔骨的人意志专一，不感觉过分的痛苦罢了。刘氏煎煮时早惊动了菩萨，便走过去问道：大嫂呢？你在那里做些什么？刘氏起初只说是药。菩萨道：你休瞒我，你左臂之上刚才还好好的，现在为何却裹了创呢？罐中所煮的还不是人肉吗？刘氏知道瞒他不过，只所明白告诉给他。菩萨长叹道：世上基曾有人肉治的好的病，毁伤了父母之遗体，去干这勾当也非常理，但是一片纯孝之心却也不可及呢。况且婆媳之间不比母女，人家够力百端地也正多着，
大嫂能够如此孝顺婆婆，真是万分难得，真令人十分起敬。但不知你家婆婆所患何病，倒要请教。刘氏倒是恶逆之症，接连不断地饿着，吃的药下去，稍微平复一点，隔不了多少时候，却又发作起来。我想婆婆年纪已高，常是如此恶逆不住，岂有不平坏的，故才戈壁相疗，不料却被大嫂所知。若端地再治不好，那便如何呢？菩萨到此并不妨，我倒有一个灵验丹方，只去药店中买1两大刀豆，1两是地，和水煎服，自然有效。刘氏于是依言记牢，到了次日清晨，菩萨作别而去，刘氏便托人到市上药铺之中，买了那2味东西回家，浓浓的煎上1碗，送给婆婆吃了，一面再煎2盅。1碗吃过之后，顿时平服了不少，沉沉的睡去了。醒来时虽还有些恶逆，但不似先前那般厉害了。刘氏又奉2盅给他吃了，隔了半日，恶逆果然完全平息，真似仙丹妙药一般的灵验。恶逆既越，经刘氏悉心看护，不消多日，婆婆已病体痊愈，康健如昔，不在话下。再说菩萨此时已游遍中土各区，广传佛法，中原佛教兴盛，心上甚是喜悦，便折向南行，意欲兼到闽越，返归南海。不料半路之上，又遇见一个无章，菩萨暗想近来所遇的道都是些孝子贤妇，却真难得。但此人往生劫中，已受到许多磨折，不免待我来看护于他。你道这无章方何等样人物？且待我细细讲来。无章是个孤儿，10岁上就丧了父亲，他母亲陆氏工于刺绣，真境悠闲，安心守寡。不料那时上港有令挑选民妇，宫内廷及各王府差遣，陆氏就被选入都，留下孤儿无章，寄给他叔父教养。无章天性独厚，自母亲去后，怀念不忘，一连读了几年书，直到16岁上，他想世间岂有无母之人，我明明有着母亲，如今却不去相见，还成的人吗？于是便辞了叔父，略略收拾些盘川行李，搭船入都去寻访。陆氏一路上路行水船，逢人打听，好容易打听的母亲分发，在某亲王府，心中甚是欣慰。经过好多日子，才得到都城，找客店安顿了行李，再去打听王府时，不觉大失所望，因那时亲王已经分封广东去了。陆氏也当然不会独留在京了。吴章当时好像都头浇了一勺冷水，既又想到他们能够去的地方，难道我就去不成？虽然盘川用尽，讨饭也得要去。他打定主意，回到客店之中，顶被歇宿了一宵上路。不料病魔却来相扰了。正是慈亲还未见，
疾病又相侵。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039第39回吴孝子万里寻亲，观世音几番现世。话说吴章听说母亲已在广东，出事十分懊丧，后来一想，他们可以去的地方，难道我就去不得？纵然穿资告捷，求其前往，也是可以的，便回到客店，预备耽搁一宵，然后动身。不料这天夜半，觉得腹中疼痛，一连下了几次泻，直到天明，觉得精神疲乏，但还付了房钱，勉强上路，走了3天。实在再走不动了，泻的次数也逐渐增加，只好找了一座破庙，暂时存身。那时寒热大作，不省人事，但昏聩之中，常常唤着母亲。那时菩萨恰好在此经过，化身一个行脚和尚，替他去医治，费了5、7天的功夫，才算将他治好。吴章询问姓名，菩萨只说是叫运空，并不明言，又送他数百清钱做路费。吴章使得重行登程，一路上历尽艰辛，好容易总算被他摸到广东。可是又扑了一个空，你道为何？原来那时亲王又改封到江右饶州去，已不在广东了。吴章见母心切，既然有了着落，便又转到向饶州而来，一路在杀气中行走，7高8低，十分困顿，连走了几天，鞋破袜穿，又无钱购买，只所赤足而行，又是几天，两足冻裂，脓血交流，寸步也不能移动，到身在野寺的旧中。思想前后，不觉大痛起来，放声大哭道：母亲啊，我不辞千里迢迢奔来奔去，原想一见慈亲，不料天不从人，竟弄得我寸步难行，如今是再不能走到你跟前的了呀。一边喊一边哭，端地十分沉重，这一哭却惊动了庙中的一位焦老道出来问明情由，便道：莫哭莫哭，我这里现成有药，可以医的你。于是便入内，取了一瓶药，一盆清水，倒来替他冲洗净，然后将药调敷了，备他到房中，叫他安心睡着，3天之内，包管可以行动。吴章扶枕叩头，谢了又谢，4日老道又替他冲洗换药，3天之后，果然完全好了，道人又送了一双麻鞋给他穿了，向他说道：如今你可以上路了，但此去山深林密，须好生提心，不可大意。吴章谨领受教，当即拜别道人，重行前进，路上果真山岭重叠。他谨记道人的话，小心翼翼地走去，翻山越岭，2日间到也安然无事。不料第3天午后，走过一个山头，从莽壁路，他披荆越棘地走去，将近达平坦大道时，那丛草里面却嗖的一声，游出一条长蛇来。
吴章看见，欲呆躲避，那里还来得及，那蛇已窜到近前，照准他足怀上就是一口。吴章觉得这一口不比等闲，痛彻心肺，眼睛一暗，两足那里还想站立得住，扑通一声已跌倒在丛草之中。原来那一条是奇手蛇，奇毒无比，不消半个时辰，毒气已攻了心，任你什么仙丹灵药也不能救治，但有了好药，及早救治也不是绝对无效。当时吴章跌倒在地，晕厥了过去，不省人事。观世音今次却现此大慈宝箱，远远走来，先将吴章扶到平坦大石上躺着，便将杨枝甘露洒在他的窗口。半晌，吴章果然忧醒转，大呼母亲何在？菩萨在旁应声道：吴章呐，你为母忘躯，真是纯孝的铁汉，上天绝不负你这一片苦心的。你与母亲相见的时候，距今也不久了，只是前途还有一点儿小魔障，只要抱定艰苦的心念，或可免的。吴章见是观世音菩萨显化指点，喜出望外，一咕噜从石上爬起，到身下拜，谢了救命之恩。菩萨道：如今你可以过岭去罢，时候也不早了，切记我刚才的话，不要忘怀。我去了。说罢，菩萨的法相就隐没不见。吴章便寻路下山，刚到山路，天色已昏暗，恰有一座山神庙，便在里边全宿一宵，次日黎明再走。那时正是12月中旬，天气逐渐的冷，彤云密布，朔风怒号，吹在身上，好像刀割针刺一般，十分难熬。他虽然鼓足勇气，赶奔前程，到底脚步下也迟缓了不少，奔了一日，身上又冷，腹中又饿，看看天色将晚，而长势的雪花纷纷降下，更是困人。幸喜前面有个3家村舍，烟囱里正袅袅地冒炊烟，吴章便向那村舍走来，走到一家门首，正好一位白发老者倚在门前看雪景，他便走上前去，拱手为礼道：老丈请了，小子应往饶州去寻亲，路过宝庄，天晚雪大，不能赶路，感谢贵处一宿，明早即行，感恩不浅。老者一听他是江南口音，知道所言不虚，便道：好说好说。如此便请里边坐的2人一同到了中间见礼，分宾主坐定，各占方足。原来那老者姓尤名鼎，早岁已赴饭未生，着实有几文积蓄，有一个儿子，现继他的行业，远商在外，媳妇白氏，年上2亲，乃是一个风流人物。如今家中除翁媳2人之外，没有旁人，故当时吴章入内叙话之际，尤鼎就叫白氏也相见了，烹茶敬客。不料那白氏一见了吴章就动了邪念，当下尤鼎又命出酒肉享客，晚餐之后引吴章到乡中去安睡。
他们翁媳二人也各归房，那白氏和衣躺了一会，一心想吴章。相貌堂堂，清秀可爱，那里还睡得着，约莫半夜光景，便悄悄地走到厢房跟手，轻轻叩门。那吴章正好一觉醒来，听得有叩门之声，便问到外边是谁。白氏道是我呀，因为连念你孤眠独宿，特来相伴。吴章听了大惊道，使不得，使不得，娘子名节要紧，不可贪一时之欢，宜终身之变，快请回房。无奈白氏春心荡漾，一味纠缠。那门本来没有栓，竟被推开进来。吴章急忙披衣下床，用好言相劝，白氏竟钻入被窝中去。吴章弄得没法，仔细一想，非立刻离开此的，两下的名节绝不会保全。于是他便拿起自己的东西，不别而行，开门出去，幸得地上积雪光耀，任明路径，连夜踏雪而行。那白氏未能如愿，便将厢房里不相干的东西葬过2件，自去房中睡觉。第二天起身，有顶不见了吴章，正在诧异，白氏假意来点食物，这也不见了，那也不见了，便指吴章是窃贼。有顶因所失甚微，并不去追究，也终料不到夜半有这么一回事。再说吴章一路过去，虽然风雪载道，却都是平坦大路，不上1日。已到饶州，打听到亲王府地，他母亲陆氏果然在那里，他便上书给亲王其母钟养。亲王不准，屡次上书，终未得亲王的允许，他便在王府右边租了一间房子住下，匾额上大书徐清2字，门上贴一副对联，写着万里寻亲，历百间而无悔，一朝见母，纵酒死以何辞。他独居在内，虔诚念诵观世音经，如此大约1个月光景。那一天恰好亲王在他门前经过，看见了匾额上对联，不觉惊异，道不想吴章此人，到端地是个孝子，便令召他相见，问明一切。吴章便将路上之事原原本本的历述一番，亲王听了也未感动，便依他的请求，令陆氏相见，准吴章奉母回籍，又赠了不少川资。吴章母子因此事端赖菩萨的看护，才能达到目的。故决计先买舟往朝南海，然后回吴江原籍，后来子孙极为繁荣，也算是纯孝之报。我算一言表过，在他母子往朝南海之时，观世音菩萨正化为一个渔人在越海之滨，劫那不空的钓卷所，万法紫金明光勾取海中一怪物，替这里的百姓除害里。正是孝子了夙愿，观音救大灾。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040第40回勾金鳌解除苦难。
归南海结束全书。话说菩萨自从解救无章毒蛇咬族之恶，便一路云游到越海之滨。见此的蛮夷杂处，风俗远非苏杭等地可比，故成节也较为深。众蛮烟蓝障固然独立。最近海中还出了一件怪物，为民间大害，观世音菩萨暗想，虽然成劫已注定了，颠扑不开，但是方便处总要给他们些方便。见那海中怪物，我不替他们除去，还有谁能除它呢？于是便化身为一个渔人，来到海滨，劫那宝所金钩，预备擒那怪物。读者们，你道那怪物是怎样的一种东西？且待我细细说来。那东西似鱼非鱼，似龟非龟，头身的龙头相仿，却没有须。身上披着一重坚厚的甲壳，与龟相似，身体的高度却较龟要加上2倍，头颈完全像龟，尾巴像却像大鱼，也伸着4角。指尖厚皮像莲，用为化水之具，通体深褐，略现金色光彩。体长1丈6、7尺左右，形状极为怕人。此物平常匿居水底，觅食时就出水面，如同一只小船一般，行动极快。最奇怪的是，此物不仅能在水中活动，一般的也能上岸游行，凭着它一副锋利的牙齿和坚厚的皮和甲壳，什么都不怕。他最喜欢的食品就是猪羊牛犬之类，尤其喜欢吃人，力大无穷。海船如遇见他，无论船身多少大，只消他用背一掀，不是打个老大窟窿下沉，就是翻身打滚，绝无幸免之理。上岸时就是农家最大的水牛，被他一口咬住，拖着走时抢也抢不得一下，其余畜类遇到它时，自然更不消说了。越海里边本来没有此物，在前1年的夏季，它不知从何处闯进越海。在起初还不过为害渔船海舶，大家已经受了他的大累，行商视为为图，渔户绝了生计，于是近海渔户商议捕捉之法，屡次用大网滚钩去与它火并，非但不能将怪物捕获，并且死伤累累。这一来反激怒了那怪物，它本来只在水中猖獗，并不上岸为害。一火并之后，它索性闯到路上来横行了，见了人畜，自意脱了。果腹，有时深夜冲破了墙垣，到屋中去捕人充饥，人家在睡梦之中，如何防的？虽用火铳鸟枪去打它，它也不会损伤附近村落的百姓，进不得。此物的相扰，都迁到内地居住，再也没法奈何它。今番恰好菩萨过此，知道了金鳌在此为害，故大发慈悲，为民除害。当下菩萨就在海滨找了一座空屋存身，去找了108000根天蚕之丝，结成了一条卷索，又取宝瓶中的杨柳枝，削成9个刺儿，
灌在卷锁的一端，然后取海滨的沙土堆捏成一个人形，9个倒刺钩儿就深深地埋在泥人腹内。菩萨做这件东西，倒也费了不少时日，附近百姓有几个胆大的人，时常到海滨看看，见了菩萨如此举动，不免动问。菩萨便将捕捉金鳌的话告诉他们，大家听了都有点儿不信，以为那火铳都不怕的怪物，难道这几件些微之物就可治得下他？又争着讯问，菩萨道天下之物都有克制，你们不瞧那巨大的象，却怕老鼠；巴山的蛇，却怕蜈蚣，这正可见不在乎物的大小。于是那些人便传言出去，好事的人又一天天到海滨走动，要看菩萨毕竟如何捕捉金鳌，一广眼界。菩萨做好那几件东西之后，等了数日，那一天傍晚时候，那金鳌蛰伏海底，连日捕捉鱼虾充饥，吃得怪腻烦的，到海面上望望，又不见有船舶经过，心想还是到陆地上去寻找，或者有些人处可得。他便涌着波浪，一直向海滨而来。那时恰有110人聚在海滨与菩萨讲话，一听那波浪的声音不对，都嚷道：怪物来了！果见波掀浪涌，壁立数仞。菩萨便右手持了卷锁的一端，左手提着泥人，约退大众，自己迎面上去。金鳌到了近岸之处，便冒出水面，一见了菩萨又沉下水去，只听得一阵呼呼吸水之声，水面上就现出大大的漩涡来。他吸足了一口水，重又冒出水面，昂着头伸着脖子，只见一道水如游龙一般向菩萨射过来。菩萨兀立不动，那股水打在身上，水花四散飞溅，如同顿时下起一阵大雨，溅得那般看的人都淋漓尽致。大家在此时一个个都替菩萨担心，看了那副安闲镇静的样子，又知有10分把握，急欲看他捕捉。金鳌喷那股水，足足有1袋旱烟功夫，方才射完。他见一股水没有将菩萨打倒，也似10分惊异，接着愤怒起来，大叫一声，张牙舞爪，一直扑奔菩萨而来。菩萨等他到的切近，喝到孽畜，羞得无礼，连我也认不得起来。如今却赏你一个人吃。说罢，把手中泥人迎头摔去。那金鳌一见有人吃，便张开血盆大口，拍的一声，囫囵吞下，接着还想来奔菩萨。不料那泥人一入腹中，立刻融化开了，卷锁上9个倒刺羊脂钩儿，颗颗地捧在他一颗心的四周，拢得紧紧的，无从摆脱。他扑上去时，只见菩萨将手中卷锁轻轻一扯，金鳌却杀猪般的狂叫起来，不住地在沙滩上打滚，失去了威猛态度。菩萨道孽畜在人间已久，不知残害了几许生灵，照理应受天诛。
如今我本慈悲之旨，渡你到南海去修行，好忏除宿业，你愿也？不愿。说着放松了手中卷锁。那金鳌毕竟有些通灵，听了此话，便伏在沙滩之上，眼望着菩萨，一动也不敢动，好像表示满意的一般。当下一般看的人都觉得诧异，暗想怎么如此一根卷锁就治得下这么巨大的怪物？但是天下事理无二致，且瞧一头绝大的牛，只因为鼻子里穿了一根绳，就是数岁小儿也能呼斥他，俯首贴耳，一抢也不敢抢。若去了这根穿鼻绳，那可对不住，莫说小儿，就是大人他也不卖你的账，这就叫一物一致。何况那金鳌被菩萨的羊脂钩捧住了心，自然不能发威了。菩萨收了金鳌，向众人作别道：我替你们将此物补了，你们尽可重归故土，安居乐业。如今我要回南海而去，不能在此久留。传与世人，多行善事，少种恶因，虔诚信佛，自有你们的好处。说着便跳上金鳌之背，现出本来面目，只见那只金鳌发开四足，转身入海，浮在水面，一路南去。众人到此方恍然大悟，知是观世音菩萨示现，都到身下拜，谢了除怪之恩。移去的百姓却又搬回来，众里就时生计。因感菩萨大恩，就并凑了金资，建造了一座观音禅院，塑起菩萨踏翱的法香，虔诚供养，不在话下。再说菩萨一路回到南海普陀洛迦山，自有善财龙女来接。菩萨便将金鳌放入白莲池中，叫他悔过修心，自己便走入紫竹林中，高坐莲台，享受清福。我书写到这里，也乘机结束，所有于事不再详叙了。菩萨的事迹本来很多很多，大有记不胜记之慨，除了经卷之外，还有观音灵感录、普陀天竺各志、高僧传等，都很多。记述菩萨的事迹，有了这些书本，我更不必搅习成编滥入本书了。自观世音菩萨赤足入中原，前后一共现世了33宝箱，其间男女生都有，故现在各处庙宇中所供的观世音菩萨宝箱也各不同。这最后一尊法香，人家都称为鳌头观音，寺院中往往塑在三世诸佛的后壁，这倒是各地相同的呢。正是看破菩萨香，尽自占鳌头。观世音传完斜线。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目录南海观音传前颂。下载南海观音传 200K 4网页负502X execute。01庄王求嗣，02神奏玉帝，03公主降生，04招选女婿，05不从招赘，06后援修行，07父母劝女
08彩女劝主，09公主慈父，10妙善为弥，11四中神助，12庄王烧寺，13妙善父死，14妙善游民，15释迦点化，16善财龙女，17化身依附，18接榜入国，19救国二姐，20守墓作药，21驾云回安，22妖精乱世，23庄王披南，24善财收妖，25君臣反国，26一家玩具观世显影。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修改转赠。南海观音船。前言：元编朱鼎臣，明朝；校订魏明，清朝。用词少许修改。公务本文有错，原书作准欢迎修正引用复制，自行做网页，不用声明出处。字码 Chinese Word Code Big 5斜线 JBK， 容量70K。颂曰：妙善前世去积福，公主今生住大屋，有福不享娃娃猛，无灾不消娘娘苦。寻找代号0，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目次502 AHTML。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修改转赠。001第1回庄王求嗣，002第2回神奏玉帝，003第3回公主降生，004第4回招选女婿，005第5回不从招赘，006第6回后援修行，007第7回父母劝女，008第8回彩女劝主，009第9回公主慈父，010第10回妙善为弥，502 BHTML。011第11回四中神助，012第12回庄王烧寺，013第13回妙善父死，014第14回妙善游民，015第15回释迦点化，016第16回善财龙女，017第17回化身依附，018第18回接榜入国，019第19回救国二姐，020第20回守墓作药，502 CHTML。021第21回驾云回安，022第22回妖精乱世，023第23回庄王披南，024第24回善财收妖，025第25回君臣反国，026第26回一家玩具。N1 直接下载全文纯文字。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误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一菜单。3选纯文字文件，随即有一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
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纯文字，星号 Text 下栏，再选新建文件。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N2 直接下载网页，含控制码。1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议菜单。3选网页文件，如缺网页请看甲。随即有一新建立网页在桌面。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网页，星号 HTML 下栏，再选新建网页文件。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甲先选纯文字文件 Text， 后改作网页文件 HTML。以视窗原本没显示 Text 斜线 HTML 附档名，显示方法如下。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95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检视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并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鼠选重新命名。丁新建文件 Text 键入123 HTML 必须正确网页文件。加显示网页控制码。1新建网页例123 HTML， 转换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或123 Doc。2转换方法看甲乙丙。3双击新建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Doc 是 WordPad 或 Office 文件附档名，避免使用。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N3 修改乱码和分拆。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30K， 直接修改很易乱码，恶意破坏。如做大量修改，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如做少量修改，请你反白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鼠标往左移至尽头，键符，按一下，整列反白。编辑剪下，或按右鼠选剪下，往新开文件贴上。修改后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往原件贴上。
加 N4 转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请小心，注意你所用之版本。如你用新版视窗制成之磁碟片 1.4400万位元组，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勿送给使用着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符，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本人原用95中文视窗，最近购买 XP 中文视窗。我把95至磁碟片和重写光碟往 XP 修改，返回95使用时，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包拯在那里。001第1回装网球4。话说今天大号是11年，有西域王陵幽，姓婆名嘉，表字罗玉，自17岁起兵，30岁登位，国名兴陵，年号妙庄，治平36载，东至佛齐国，西至天竺国，南至他罗国，北至天真国，地方3000里，文有诏正，武有主节，军民臣良，国清正理，万民乐业，四海无虞。当时大赦天下，于是以力保得皇后伯牙氏为正宫，不想亡，与皇后年登40，并无子息，三宫六院，俱以先嗣。庄王对皇后曰：寡人百战千征，千辛万苦，才取得一个，今欧天下，欧指小盆，今欧欲巩固，指望子孙承，传位无穷。今日妃嫔虽多，并无太子，朕心十分烦恼，不知夫人有何高见？当时伯牙皇后奏曰：何其志祥，乖气智力，想是当年我望东征西讨，杀人太多，恐乖天和，所以致我夫妇40已过，尚无一子。传后，切尽闻得。西岳华山圣地十分灵感，凡有祈祷，皆获果报。我望诚心发一道旨意，差礼部长李关系很难，知都二人前去到那殿上，命僧到广建罗天大教7日7夜，悔过以前罪愆，求4季后，或至成隔天，求得一子。江山有靠，岂不甚美？庄王闻奏，心中大喜，即时设朝，乃宣文丞相赵正上殿，吩咐曰：寡人无子，要往西岳求嗣，卿可命长李官备办其诊。
2月19日，朕与皇后亲往行乡，不得有误。诏朕领旨，即差司礼司大使西衡南、计善司丞务郎及知都2人，前往西岳庙，点起僧道50人，自2月13日建教起，19日完满。皇帝亲来行乡，2人领旨，乃即办下成都锦10匹，朱雀香50斤，高丽纸5箱，令蜘蛛4只，太和鸡8对，曲江鱼10尾，木线龙笠，洞庭金菊，密云小枣，水陆珍馐，百般果品，无不具备。2人带领100数校尉，搬运祭礼，进奔西岳庙。加国使西衡南将圣旨开了宣读，只见西岳庙住持道士，姓安道号，智空，率众徒弟远接圣旨，即吩咐守班弟子一处处打扫。岳庙中，殿殿齐集僧道，跪接圣旨，选其知事者50名，整齐法器，诵经，请圣，建起无量清教，真各事，经中法古闹宣篇，揭谛多那见健全。僧道两边齐拜咒，庄王果是结良缘。加却说庄王设建清教，一连7日7夜不歇，即到19日清晨，庄王夫妇换了洁净祭服，大将军主节宝驾，点起羽林清军200前后，护持，来到岳庙下面，掌坛示至空府福接庄王皇后升殿，将祭物摆设，西衡南读注文，知都行酒，将庄王心事一一祷告已毕，至空复迎庄王皇后到陈斋阁坐下更衣，众僧道具各叩头已毕。庄王吩咐曰：今日为朕之事，辛苦你们了。朕若日后得了太子，绝不轻慢你们。吩咐已定，乃将祭奠之身进赏给僧道去了。庄王同皇后及文武大臣一同置庄回朝，将朝内大小官员俱加深衣，即命光禄寺设宴。于是夫妇退入后宫去讫。正是前程秉必拜西华，夫妇求子为客家。当日师威难返回，特教3女步坤家。坤指兄弟，家指僧尼。002第2回神奏玉帝。却说月神感受庄王斋教，知庄王乃是嗜杀之君，不应有子，该助他绝后。只是他今日有这一点前心，亦当寻个善报与他。乃呼千里眼、顺风耳2神，问曰：
今有庄王要求子嗣，如今那处有修善的人，可着他去将士投生，以救天下万民苦难。一则不绝他之后，二则使善人得以救世。你可速速查明开报来。二神即睁开慧眼，提起真聪耳听，遍观天下，看一遍乃即奏曰：今有就领孤竹国，指数元师勤长者，祖宗三代修行，吃斋好善，仗义疏财，济人利物，得失不倦。今长者有三子，常曰师文，次曰师敬，三曰师善，俱皆持斋把素修善。只因前日有西峡山强人王者等同伙30多人，被车竹国大军杀得无处投奔，饥饿数日。近来师文家起时，他兄弟3人知他是强盗，要饿死他，与民除害，故分文斋粮不与。王者无可如何，乃复语。众商议曰：做也是死，不做也是死。如今这等饥饿，怎生获得？乃提起杀人心，展开放火手，人转车竹国，将一大户带的儒家打破，杀死男妇100余口，房屋火焚，财物掳掠尽空，怨气升天，私擅土地奏过玉王。玉皇大怒，说他3世救人，强盗须不当救，但逼得他杀绝代家一门，却不明是假他手。今速将他兄弟3人拿入神香洞监禁，永不许他再见天日。此系施家之事，精神甚要，达庄王之教，何不奏上天曹，赦此3人罪过，者他投身以救凡世，岂不美哉？嘉月神闻说，既有此人，我便修表上奏，乃唤清风童子排备法符，直入昊天金阙子为大地阶下，俯伏奏曰：臣长西岳，直察人间善恶。今有新灵婆家王45子，夫妇发心，在本山建教，祈求子息。臣查的指数元师文兄弟3人素行未善，而师善修行有度，非二兄可及。3人原因不救王者之报，得罪天庭，以监禁终身。臣今冒死上奏，启陛下赦他3人前愆，转男生为女生，次第投入伯牙皇后腹内，限3年长短出世，复合。施善不变素心，身即斋戒，后成正果，以善度尘世。一则使婆家王无子有女，恶景即生而止；二则使施善历代之善，
的大度于世，臣无任下情，仰其垂听。嘉玉帝当时闻奏大悦，即吩咐北斗降生神及领其事，将3人一时俱皆释放，把3个真魂赋予北斗，带去婆家宫中。这本宫土地头气，正是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一我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嘉003第3回公主降生。却说光阴迅速，日月如梭，庄王自私，设教求嗣以来，不觉瞬息。3年，指望生一男子，接待宗之。谁知宫中彩玉美叶纹的异香，满室霞光遍宫，出生一个乃是公主，取名妙清。庄王心中甚是不悦，及至2年，复生一胎，又是公主。庄王吩咐宫人将去淹死。众臣得知，连忙见劝，庄王不得已，全教乃婆喜起，取名妙音。及至3年，皇后复有吉业生育，庄王指望必生太子，谁知却是失闪。托事宫人报说又是一个公主，庄王当时闷闷不乐，乃对丞相赵正曰：寡人如今50已过，只生3女，江山一旦休矣。只是可惜我一生汗马之劳，付之流水，叫我如何死得瞑目？赵正乃劝曰：儿女乃天排定，非人力所能为。我望善保龙体，且待3公主长成，选择3个驸马，待我望万岁之后，拣选谁可托得江山者，便把后事尽付与他，就是帝王有子，亦不过使他承先继后，无子而委于女婿，使无望世代代的享祭祀，亦如有子一般，何必过虑？臣既昔日尧舜皆赞于贤，岂不是好？庄王闻赵正如此之劝，其心始宽，乃令宫人养起，取名妙善。以后行止动静，觉与2个姐姐不同，平常饮食及爱如素，醉宴荤腥，更兼好善修行。1日，姐妹3人到长春花园闲玩，妙清笑曰：我们姐妹今日上界，恭王必应，吓得母后教育，清闲无事的在此游戏，但不知以后常常得如是也否？妙音答曰：姐姐诧异，即如人家小时是兄弟，大事各乡里，
况我们俱是女子，我们本作我等下同，一道及机，父王把我示与他人，你东我西，焉得常能如此聚首？只有妙善笑而不应。妙卿问曰：妹妹笑而不答，其何故也？妙善曰：依小妹之见，人生富贵荣华如春水朝露，转眼不见。且如做皇帝的是至尊无敌，谁不思量万年长寿？那知废心存亡，不多时而即变。自三皇至此，不知亘了几朝几代。当日之威服，今何在哉？至亲莫如父母夫妻，兄弟朋友，到一旦大限来时，你说顾得顾不得？挚爱莫如田地家业财宝，一旦无常，你说守的，守不得。小妹今日不愿荣华富贵，夫妇之乐，只愿寻一所干净名山好去修处修行。倘一日修得出头，成个善人，那时腾身北极，翘足南冥，昂头东海，转眼西归。上则度德，生身父母，超生天道；中则其德，苦难贫寒，远离人间；下则化德，凶神恶鬼，不畏殃岁，则小妹之心愿足矣。不知二位姐姐以为如何？正是清心莫忖隔穹苍，弄瓦何其作弄璋。总谓诗情三子善，他年南海法无量。家004第4回招选女婿。却说三姐妹闲谈，只见数个才女忙入园中，说道：圣上有旨，明日朝中大设筵宴，将大公主、二公主招赘新科文武状元未续，速入更衣，务得有为。三姐妹听罢，及时归宫。话说新科文职状元姓赵，名回，字德达，乃时应人事，副正，现作。当朝丞相庄王见他人才出众，文学超群，即将长公主妙卿招他，为东床女婿。登时造就驸马府，又有新科武举状元姓何，名凤，字朝阳，乃河东人士，少年奋志，衣食八般武艺渐渐惯熟。庄王又将第二个公主妙英招他为西府驸马。当时金宝题名，洞房花烛，一朝君臣，百年佳偶，庆喜筵席，笙箫鼓乐，灯彩辉煌，此乐真，人间鲜有也。是日席散，各归洞房。明日庄王受戒6旬大寿，赵逵与何凤相商议曰：我二人夙缘，
有幸今喜连经统营，协同共服社稷，且系皇上今值6旬寿诞，我们何该同公主进宫祝寿称伤？何凤二姨听其所言，正合于见，乃备饭蟠桃2盒，酒熏琼浆2坛，同2位公主娘娘一同进宫，祝寿把盏。庄王当时大喜，女婿宾亲，外翁玉洁，还有3公主未曾招赘的人，目今务要招个才得兼全，当得大事，在我身旁才好，然后把天下大事交付与他。那时我退入养老宫，做个太上皇，我愿方足。须及，传旨到甘清宫来，娘娘接驾。庄王曰：寡人今日见臣，娘娘将何以助？皇后曰：夫人别无他助，只愿我望万岁早生太子，妙善朝个孝顺，女婿不离左右，妾方称心满意。庄王曰：尔言正合正义，乃吩咐彩女，尔可去景眉宫，请3公主到此。但见彩女不多时宣的，3公主到来，叩头山舞已毕。但听下回分说，正是万里江山映子龙，欲招3婿显门庭。谁知妙善生来啊，不练东床练法门。005第5回不从招赘。却说庄王问曰：我养乳姐妹3人，终是女子，何以掌管江山？吾闻其日曾有谣传顺位，我今为你2个姐姐都成了亲，我今宣，你来，别无他说，将你欲招女婿4位东宫，付托后事。你说，还是文状元好，武状元好？妙善即俯身奏曰：父王之命，敢不听从？但孩儿身心主意不同，各有所志，愿父王见谅。庄王曰：你且说来。妙善曰：孩生不愿婚姻，只愿修行学道，若得果证菩提，不忘养育之恩。庄王听罢大怒曰：这个女子又来作怪，正为一国之主，万姓之尊，见识道不如你，那有皇帝公主？好人不做，去做尼姑。妙善复奏曰：天下大器，谁人不爱？夫妇快乐，谁人不喜？只是孩儿素性只愿修行，任他一切荣华，见之心如冰雪，唯好倾心敬仰。庄王起身，怒欲逐之。妙善切丝南墙，假应之曰：父王若要孩儿招婿，儿情愿招个医士，
也罢。庄王曰：天下英才多少，汝偏不要招，却要招医士，汝心下是何？注意。妙善曰：而招医士非有别意，只要医得天下无倾颓之象，无寒暑之时，无爱欲之情，无老病之苦，无高下之分，无贫富之辱，无你我之心，尽得佛果菩提，不选日辰，结成夫妇，此则儿之愿也。庄王听罢，怒气冲天，骂道：这个妖精一发对人前空说鬼话，较值日，内侍何桃，过来听令。何桃跪下禀曰：陛下有何发落？庄王曰：颇耐这妮子5倍，你可将她锦衣包下，取玉棍打出，尽在后院，待他动恶而死，免得挂朕心怀。内使臣旨尽将其衣冠包下。妙善叩头拜谢，径自往后园修行去了。正是不听朝清午二清，后花园内受孤凌，衣冠礼服都包去，一旦翻成岳路人。006第6回后园修行。却说妙善来到园中，甘心淡泊，一意修行，与明月未朋，与清风未有，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尽忘却宫中之乐，足以一此之乐于。一日，皇后思念公主后园受苦，乃差御前采女娇红、翠红2人入园，探问消息。2人见公主初心不改，即跪下劝曰：奴婢禀告公主，俗语云：世间风流事，无过夫妇情，何不回宫早招驸马以图快乐？这修个修行成的盛事，况且尔是王公之女，玉叶金枝，罗绮千香，富贵第一，何必苦练空门，吃此黄鸡蛋饭，不成体面。妙善曰：你那里晓得我心里事？富贵岂在罗绮？有道西汉皇帝今日送我在园中如离火坑，感谢三光，今日才得随心满意修行，正要长空云散轻如洗，天地春回万象生，你们每每花言巧语，在此絮絮，蝈蝈作甚，何不早早回去，休得在此胡缠。2宫女畏惧公主，只得叩头诺诺而归。妙善见宫女去了，欢然笑曰：这见人去了，且喜这园内并无别事烦扰，幸有白云明月为伴，真如神龙得水，猛虎逢山，不免拿香案过来，拜告天地，
生奴一点诚意，安排已了，深深拜叩。焚香祝告上天庭，园内修行铁石兵。奴年方19岁，父母偏将奴结亲。奴见地狱千般苦，不愿将身去嫁人。爱欲般般都放下，三灾八难永除根。锦绣罗衣披麻巾，全身涤净洗红尘。出门一步乾坤阔，逍遥自在感天恩。清风明月常为伴，垂杨绿柳好藏身。千般快乐都不喜，一心只要到完成。若得奴生成正果，于逢绿水现金灵。007第7回父母劝女，却说妙善参拜天地已了，收拾香案，到房歇息不提。皇后见2个大公主夫妇畅随如愿，快活安逸，仍想起妙善后援，受苦止不住两泪双流。叫焦红问曰：你前日去劝公主，她如何回复？焦红说：公主修行如铁石，劝不听劝。皇后曰：大公主朝闻，二公主朝舞，何等快乐！偏是妙善不怪，一心只要修行。父王发怒逐入花园，却要饿死他，因痛撕骨肉，忧郁成病。昨日会同三公商议，待父王回宫，哀告起涉孩儿之罪。你在宫外伺候圣驾回宫，却说庄王朝散归宫。宫女焦红慌忙禀曰：圣驾回宫，娘娘迎接圣驾。皇后鞠躬，接入宫内，只见庄王眉头不展，面带忧容，闷坐龙椅。皇后曰：陛下往日回宫无限欢喜，今日缘何不乐？朝内有何事关心？妾自当分忧。庄王曰：妙善傲性，前日不听正言，被朕贬下，竟求于后园。朕思想起来，猛虎由护子，毒蛇也爱儿，自家骨肉，安忍进求园内？况朕又无儿，早晨听得中散大夫，许知他道有5男2女，昨日又一子，众官都贺他。我为万乘之君，四海之主，反不如也。朕心安能欢喜？皇后曰：父母见识大抵相同，自家儿女怎不爱惜？从今只要妙善，改过前非便罢。庄王曰：既是夫人这样说，我和你同去园中，以赏玩为由，容纳。不孝女回宫便了，当值淮安那里。淮安叩头禀曰：万岁有何旨谕？
庄王曰：汝可护驾到后园去来。淮安换焦红，翠红伺候，一同悄悄步入园中。只见妙善正在那里看经念佛，见圣驾一到，慌忙接入坐定。庄王问曰：我儿前日无旨，老父不觉一时性急，抛汝在此。今朝爹娘于心不忍，故又来劝尔回宫，早招家婿。妙善曰：孩儿出家修行，惶恐冒禀父王，孩儿蠢性，不愿得在家，嫁人为乐，故今日在园中看经礼佛，无非为出尘凡之计耳。庄王又用心劝曰：我儿当三思后行，坐定主意，莫负前程，空生。世上孩儿不要苦苦执迷，早早同我回宫，招选家婿，掌管我碗，理江山，免得我老爹娘后无结果。妙善听罢，止步作声。皇后又劝曰：吾今无子，只生汝姐妹三人，爹娘年老，再无别亲，汝可回心转意，再不可执迷如前。倘不甘听，爹爹怒起，那时汝进退两难，为娘的再不能顾你了。妙善听了母亲叮咛，即哭倒在地，叩头禀曰：修行事而素心，招坠非儿所愿，儿思想人生百岁，为欢几何？若不早早修行，一旦无常，坠落凡尘，却不转回，那时对谁哀告？望爹娘及早回宫，丢儿莫念，奉养则有大解，二解可脱，犹如不曾生的孩儿一般。扶起爹爹大开恩佑，容孩儿在此修行，不甚感佩。若要孩儿父却出心，天日在上，宁甘万死，不愿在世。庄王忍怒，复劝曰：凡为人子者，不遵父命，是谓不孝。我想谓僧道的尽是懒惰孤贫，疾苦下流，求食度日之人，我儿绝不可学。他妙善再奏曰：儿闻三世诸佛，古来明贤皆舍物欲成登正果，若一盖僧道不为，人间天下中不都是下流之人？庄王不乐，对皇后曰：爸爸，夫人回宫，管他作甚，说进也是往。然归宫去了。妙善见父母已回宫去了，乃微微冷笑，向织机石上盘坐，念经不辍。正是居静花园诵佛经，抛开物欲炼精神，
清风明月无边称，千古强言不异心。008第8回采女劝主，却说二采女入园，禀曰：今有大公主、二公主特来拜访，言未毕，只见妙清、妙英姐姐早到。妙善迎接曰：今日不知二位姐姐到此，有失迎雅。妙清曰：我们姐妹多时不见妹妹，心中若有所失，昨听得爹爹把妹子拘禁在此，我们二人心中十分不安，是以今日特来接贤妹回宫，同享荣华，免得在此孤寒，免父母挂念。妙善答曰：姐姐言之有理，但姐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小妹，修行悟道之事，心意已决，量难更改矣。父母膝下有二位姐姐，侍奉尽可欢愉百年，无容远虑于小妹矣。妙清又曰：姐姐所虑的事，父母钟爱，姐妹情重，似在难分难舍之间，须得长聚，朝欢暮乐，愿其足矣。切恐不然，汝我皆属女子，有生外相，一律如何是好？妙善绝无一言。妙清便问：妹妹何无一言？是何故也？妙善曰：小妹并无虑及于此。妙清曰：也不是这等说，因汝我姐妹闲无事，各弹中曲。贤妹乃聪明智慧，不读诗书，不习真旨，平日的无远虑乎？妙善曰：小妹须有所思，切恐与二姐不同。妙清曰：因见贤妹平素有些清高，是似道友，然贤妹既有远虑，何妨直言？妙善曰：小妹说来，切恐造耳不中听。妙清曰：姐妹们何必过谦？妙善曰：既是不妨，大家说说，但小妹平日所思，宗在事情之外，不与富贵荣华未然，即喜清心修行悟道，成了正果，或一名山，超生化外，志愿足矣。料然不合二位姐姐之深思矣。妙清听明，易怒则曰：如你这等真诚下贱，往生伶俐，不听忠言，只怕你登时受苦难当。妙善曰：姐姐修得雷霆，我与你生同意不同。你们自享天子之富贵，管我则甚。你们本作汝等下同。二人听罢，乃飘然拂袖回宫。妙善看见二人去了，依然念佛看经不歇，
家皇后自那日回宫，十分忧闷，百计不能。回宫复禀过庄王，京许久，或有回心转意，再差彩女娇红翠红，汝竟往园中叩见三公。主将良言苦劝一番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公主修行学道故事，好事，不若学人伦夫妇，公主当熟思之矣。今公主在此苦之意，不回，今奴婢奉上所差，特来请归府中，由不得公主肯不肯。我二人抬也要抬的公主回去。妙善发怒骂曰：汝这等婢子怎敢如此放肆？我若不看是命，绝不轻恕。你们去多多禀上父王，我今只愿修行，今后你们再不可来胡言乱道。焦红曰：公主既然如此，奴婢想来，此的亦非长久之计。妙善曰：我已筹之首矣。我闻得汝州龙树县白雀禅寺有500尼僧清正行道，凡你们与我奏过国太母后，转奏父王，若得往此处修行，后当报你。焦红曰：公主请自珍重，待奴婢回归宫中，奏知国太便了。正是修行一念本生成，甘向花园里佛经，浮浮香风花影乱，团团夜月柳阴清。甜言蜜话空过耳，碧语唠叨枉送情。白雀寺中闻大觉，道高俯仰鬼神经。009第9回公主辞父。话说庄王因妙善之事，终日不乐，放心不下，国政不理。只见焦红二人到宫回话曰：奴婢奉旨，到园中再三跪劝，谁知公主绝不能回心转意。他说：今闻汝州龙树县有个白雀寺，寺中有500尼僧，出家之所在，正好修行，叫奴婢奏过国太娘娘。他今要往那里去修行，无法可治，明日入宫来拜别，便要去彼处。庄王闻奏，说道：果是这等，待朕降旨往白雀寺，要白雀寺尼僧慢慢去劝他，如若再劝不转，好生治罪。今就传旨到后园，召他到宫中，拜别之时，将他留住，再作驱处。内侍怀安领旨，即到园中，禀奏曰：主上说，公主在此处修行，难炼仙丹，
宣公主入宫拜别，好送往白雀寺，任意修行就事。妙善闻旨，不甚欢喜，说道：今日才称无心，即时随内侍转到宫中，参拜父王说，奉爹爹之命，送往白雀寺修行，就此拜别父母养育之恩。庄王曰：孩儿这等痴子，老父虑辱，寤寐不安，饮食俱废，遣使召汝回宫便了。自今改过前年，那里还等汝到白雀寺内去？妙善曰：爹爹诧异，常言道：君无戏言，父王乃万臣之尊，安出戏言？何以治民？庄王大怒曰：小妮子去罢，无知之至，不依无言，苦要修行，且看你怎生结果。妙善曰：爹爹恕孩儿不孝之罪，今朝别去，翌日功成，便来就度父母。言罢便叩头8拜，径出金銮而去。正是拜别双亲去入禅，喜心涤虑不迟延。空门广布修行事，便是逍遥自在仙。010第10回妙善为迷。妙善既下了殿，不管认得不认得路，望直向前便走。宫中妙卿、妙音之得，统领内侍一同赶来，苦拦住，再三苦留。妙善平他们说的口前，只是不听，拜辞便走。二公主哭回宫中去了。当时妙善抬头一看，只见文武百官皆来送行。妙善曰：难为众卿等远送，众卿请回。俱要尽忠四方，修宪禅饮。众臣齐奏曰：臣等尚有一言冒犯公主，望其恕罪。妙善曰：众卿有何议论？众臣曰：臣闻上古行孝为先，被卿出家，修何行？奉何佛？只在宫中孝亲顺父，甚如出家抛头露面，被人谈笑。臣等愚昧，冒死苦谏，敢烦公主回心。只要言行如一，言服孝悌忠信，胜似修行多矣。妙善曰：众卿听我，凡人在世，轮回难免，我身心各有所见。你们为文者辅佐君王，为武者忠心报国，莫付出心所学。为臣子欲出家，个人利益不同，再修多言。卿等请回，借众拜上父王，休要牵挂孩儿，一朝到果园城，定来相见。
如今我陆虚声，既出了家，身且不顾，信步行将去，不怕他凶山险水，虎豹豺狼，我自随路而去。不日到了白雀寺中便了，你众亲俱各早回，在不消远送矣。正是慈父抛娘出外乡，寻死礼佛实为强。若还参得玄机透，不管山遥与路长。返回主网页back home， 南海观音船502 bhtml。11.4中神柱12庄王烧4 13妙善父死14妙善由明15世家点化16善财龙女17化身依附18接榜入国19救国2解20守墓作药011第11回4中神柱，妙善在路基时可饮，小行夜宿，不觉几日，已近白雀寺边。却说此寺创自轩辕皇帝，内有500弥僧，掌管弥僧名叫无忧，是各土罗国女子出家，道行果高，无不敏敏。闻得庄王有旨，欲僧众劝他回去，乃叫徒弟正常，闻法海，吩咐曰：今有3公主语，庄王不和，罚到我寺中。要我们劝他回心转意，今日到来，大家且去迎接，看是如何。只见妙善恰来到山门，宜忧同一个徒弟上前叩头迎接。妙善连忙答礼曰：奴家今日特来投奔出家。众师父何劳远接，望师父引领参拜如来。宜忧即引到殿上，命徒弟焚香，撞钟打鼓，参拜已毕。妙善下殿到法堂上，请师父参拜。宜忧曰：公主乃国家今之玉叶，这荒山草舍不是藏龙之所，贫纳，安敢当此依拜？僧众虽多，皆数名女子，更不敢当此。妙善曰：修行学道在心，岂分贵贱？不拜何以出家？宜忧曰：公主莫不是心神差错，少顺父王，嫁来出家，况公主贵人，在宫享不尽富贵，受不尽荣华，如何受得这般苦楚？四老生在此穿破衣，吃薄粥，冷清清，毫无好处。妙善曰：众师父听我道，吃粥心清气爽，即莫误昧长安。宝沙舞，百僧众也有富贵之家，聪明伶俐，端庄洒落的，终不近视于民。今特来拜谒，
同伴修行，共筑千秋盛会。你反来喊我，原来你们只图风光过日，不管生死之因乎？宜忧曰：非老尼敢说此话，因奉圣旨教劝公主回宫，如若劝不回来，要放火烧毁这白雀寺，故此苦言相劝。妙善曰：你们非出家之时，若论出家时理，不怕生死患难，才成正觉，任他来烧，烦恼则消。宜忧曰：公主见识差异，终不然为一人，累及众僧同你受苦。贫尼住持30余年，不常乐理犯分，公主不顺父王而至于此，与贫那有甚相干？妙善曰：众师差异，自古僧有六合五德，出家之道恒也。古圣之道，有舍身饲虎者，割肉饲鹰者，有舍骨节手足者。你们牺牲重命，贪恋未除，如此修行，乃利己伤人，非是世子之礼也。未来烧寺，先自欺皇，想你今全无达道之意。家正常，闻法海对师父曰：古牛有胎养子不下，将它割开，如今他左来右答，右来左答，说他不过，我们且去难他。告公主知道，你莫说出家清闲自在，不分贵贱，皆当受我差使，要你同去除中理事，勿用自当情景，除下完备，又要烧火换水，500僧众目俗等毕，然后上堂。如有一些不合，大的经杖，小的处板，一顿打出山门。诸事禀过在先，任从公主可行可治。妙善曰：甘心自受，任从差遣，奴当向前，绝无难色。宜忧曰：既然如此，你来皈依了佛。妙善乃跪对如来，言曰：皈依诸大佛，奴深愿出家，望其慈悲怜悯，一任红尘乱似麻，奴身永远不恋他。宜忧曰：你来皈依了法。妙善乃对天跪曰：皈依清净法，奴身不染尘，愿向空门炼道心，永不思公胡。宜忧曰：再来皈依了僧。妙善乃对师父跪曰：皈依大众，差使自当家。只见妙善一点悟道真心，感动上界玉皇，乃照太白金星吩咐曰：今有下界庄王3女，不喜荣华，情愿修行，如今父王把他安在
白雀寺中受苦，那妙善在寺粗细事尽身自当，毫不推诿。如此劳碌，并无怨恨之心，若不救他，有何好生之德？你可吩咐三官。5月，八部天龙，迦兰土地，速去代伊之劳，在刹东海龙王，与他除边开井，猛虎送柴，飞禽送菜，诸事尽发，天神护持，使他安心悟道，不得有违。太白金星把谕旨传下，白雀中诸神个个领命。正是一点真心阁上苍，诸神领旨各奔忙。果然作善有天眷，白雀如来不可量。012第12回庄王烧寺。话说宜幽见妙善在寺中有神力相助，乃唤徒弟正常商议曰：自从公主到此，劝他不回，罚他锄头辛苦，谁知神将下界，发动神仙现过，迦兰土地打扫，除下龙神开井，灶头猛虎运柴，飞禽送菜，黄昏钟响，有此异事，想是神力暗助，你往朝中去奏皇上，召他回去，免得在此辛苦。正常曰：谨领师命，即便往朝去奏，会同大臣，写起奏章，乃到殿上俯伏金阶，把上项议事一一奏上。庄王听奏大喜曰：有此等议事，你且回寺，我明日便来取他。正常退朝，庄王即召5乘兵马司忽必烈入朝，吩咐曰：你可来日点起5000兵马，迅速往汝州龙树县，围住白雀寺，不许走漏一人，将火焚了，即来回话。忽必烈领了圣旨，出了教场，点起5000兵马，星夜往汝州龙树县，将白雀寺围绕3匝，水泄不通，一齐放火。只见500尼僧那有深入，在内号天叫地，今日焚寺，公主自招之，是连累我众人死得可怜。妙善对众尼僧曰：火焚白雀寺，是我所招，乃跪告天曰：灵山施主，弟子庄王之女，你是轮王之孙，不救小妹之难，你离王殿，我离王宫，你向雪山修道，我向白雀寺修行，何谓不救我今日之灾？因拔竹簪向口中刺血，望天喷去，只见一段金尘感动天地，须臾乌云四起，红雨淋漓，烟消火灭，
满4具的死中复生，都来拜谢公主活命之恩。忽必烈见势不协，慌忙转朝，奏过庄王家。庄王怒气未息，又差忽必烈提兵再去，索公主来朝中，问罪正法。忽必烈承旨，带领军校蜂拥而去，转过乾清宫。皇后得知，叩首丹池奏曰：今朝不顾生命，进叩圣前，岂赐恕罪？因小女妙善于玩故画，纳妾一计。愿我望在便道之所，结义彩楼，妾同二女并驸马在楼上百般歌宴，却拿妙善从楼下游过。他见如此富贵或会回心，免得骨肉分离之惨，未知圣意如何？家庄王听罢曰：依卿所奏，就着该衙门之道，速起挑拣彩楼，来日劝回公主。但见营善司鹤连赤青奉圣旨结起彩楼，皇后娘娘、公主、驸马、妃嫔彩女尽在楼中，百样笙歌，千般快乐，以为可以劝得我公主回心。谁知妙善心如金精烈火，百炼不化，当被军校所押过楼。忽必烈禀曰：公主你为何受这般苦楚？你看彩楼上欢声鼎沸，百般快乐，何不回宫，免受今日之惨？妙善曰：我生身人士，本心不爱荣华，如今视死如归，只是未曾，还得双亲养育之债，为害他，上念哉！须臾之间，已押到法场，只见众臣摆开祭绳，那妙善已绑在场上，众臣奠酒，读祭文曰：夫为兴灵庙庄王16年，岁赐甲申7月朔日，国卿臣等仅以清浊之仪，敢昭告于公主前而言曰：嗟乎！公主秉性真纯，操行殊胜，不贪富贵之荣，唯思佛法无边，有量吞天，无心恋世，斗转星移，人非物类，为生不顺于父母，故死不得乎？正中，青春虚度，白日顿昏，花绽遭风，灯明掩物，逼复黄泉，行如朝露，特送云尘见纳，不宣上下，众臣祭罢，俱各大泣。家妙善只是低头闭目，口无一言。那勺请间，内臣忽报，圣后登临。众臣在法场焚香，恭迎圣后到此。圣后曰：今以卿士等祭已祭毕，
请各回朝，以便我吩咐。娘娘曰：妙善儿，你这次好好依我做娘的说，回到宫招选家婿，免致这样出头露面，受这凌辱。你若不遵，定然受死。你若死后，教我怎生舍得？妙善听母之言，全不改色，只是闭目低头不语。须积皇上有诏，促母后回宫。俄而内臣又传圣旨道，言皇上连续，妙善不处，赦他死罪，诏下冷宫，别作施行。妙善起来，对内臣说：父王好没道理，要杀便杀，何必又来促回？冷宫。内臣曰：三公主，死罪难免，常闻子孝父慈，何故苦苦执迷？妙善曰：不必胡言，把死来挟制我，死也不怕，且看他如何摆布。正是，一死须教清泰山，修行不敢任摧残。祝融已有天神助，说圣公求血染凡。013第13回妙善赴死，庄王将妙善禁在冷宫，自念骨肉，不忍相残，密谕内臣曰：父慈，子孝，多因父不慈，故子不孝。朕今日早上告家庙，愿求暗中，因力莫诱，再看他心性如何。停了几日，传旨，亲到冷宫劝谕妙善，看他听也不听。庄王与内臣同到冷宫，妙善见父王来到，跪在地上。庄王哭谓之曰：前日不是为父的，不亲，乃是汝自直性。为父的因膝下无儿，汝两个姐夫不理朝纲，不遂我意，欲与汝婚配了，将江山让与汝夫妇，今当改过前非，顺从父命选招驸马，一生受用不了。若再执迷不审，休想做人。妙善曰：爹爹恩深似海，德厚如天，孩儿生性愚顽，连孩儿亦不可作解。父母百般教训，至于荣华富贵快乐，说到这几层，孩儿生性不喜，时事厌听，只爱清净淡泊，修真悟道，时有辜负。父王一片圣德，岂负王天恩？今后只当没有孩儿了，无烦乐逼，以致重状父王。庄王曰：汝这等不识高低，不知痛痒，百般教训，汝终不听，只得凭你去吧。我身为帝王，一个公主不孝至此，
尚不能治罪，何以服得万民？罢了妙善，非是为父的不情。庄王流泪回宫，传言明日午门正法。家土地听闻此事，慌忙具奏，奏上玉皇曰：庄王明日将妙善公主午门正法。玉皇曰：如今西方除了世尊，就是妙善，汝去通会。明日菩萨有难，你们速去救护也。待他刀砍刀断，枪入枪折，叫他不知疼痛。汝可化作神虎跳入法场，将妙善背入山林近处，将灵丹一颗放入其口中，使他尸首不坏，魂归的府，游遍地狱，即送还魂，在香山得道，南海普陀岩显圣，方成正果。土地领了谕旨，即于午门伺候。家但见监斩官忽必力，同军校押解妙善来到午门，专等旨下行刑。妙善颇而大笑说道：我今日才得超生矣，你等可速行刑，不可损我的身躯。说罢，一阵大风吹来了，天昏的黑，红光照住妙善，刀砍刀断，枪入枪折，富勒红绫将他绞死。忽然跳出一只猛虎来，将众军校惊得四散。虎将妙善公主被入山林去了。家监斩官忽必力矫治，奏之庄王。庄王曰：小女傲性，不忠不孝，何当如此？劳卿所至，卿赏黄金2锭，你们退朝。正是公主修行一命轻，负心何忍杀而生？岂知作善天怜念，南海功成万古灵。家014第14回妙善游名。话说妙善被父王绞死于午门，土地将他尸首背在山中，他一点幽魂不散，杳杳如浮云，昏昏似梦中。抬头一看，不知身在何地，乃自叹曰：奴家被爹爹绞死，缘何来到此间？又无高山草木，又无日月星辰，又无人情房屋，又鸡犬不闻，怎生是好？正叹之间，只见一青衣童子，放大毫光，手执长幡，向前言曰：吾奉阎君敕旨，迎接公主游18重地狱。妙善曰：此是何处地方？童子曰：此是阴司，只为公主不肯招亲，被父王绞死。久闻公主慈悲，道风高超，
主司启奏，时王大悦，普传敕旨，特来迎接，不须惊惧，即便登城。家妙善只得与童子同行，来到鬼门关，只见各众鬼个个跪来迎接，牛头马面都来双拳拱手。入了关门，但见枷锁刑拘，众鬼受绳捆切肤之惨，绳捆切肤本作麻处。妙善问童子曰：此是何等刑拘？是何等之人当受此罪？童子曰：不忠不孝，受那凌迟碎剐，剥皮剔骨之刑，贪淫屠戮，受那属世虫咬，锋刀飞剑之刑，属丢的剑本缺，抛弃五谷，轻贱百物，受那对冲魔炎之刑，是号凌月小民，受那铁床铜柱之刑，纵自口腹，食尽水陆，受那沸汤油锅之刑，谗赠暗害，受那掘木拔舌，抽肠剖腹之刑，推人落水，受那奈何水淹之刑，淹没子女，触污三光，受那血污血海之刑，恃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吞贫，以贵压贱，受那时压错烧之刑，钓鱼射鸟，夺鸡，受那铁鹰铁犬，毒蛇恶虎咬蜇之刑，还有黑暗、恶鬼、阿鼻、阿鼻、畜生，种种刑具，不可胜数。童子一边只说，妙善一边行去。家忽见几个尼僧一手将妙善扯住，喊叫慈悲度脱。妙善曰：我平日与你无冤，何故扯我？众尼曰：我是白雀寺尼僧，因公主不听父王，故来放火，今死我。这几个僧尼不得超脱，望公主慈悲救拔。妙善曰：既要超脱，合掌向前，随我诵经。但见地藏王关键冤魂缠住善心公主，乃向前吩咐众魂曰：我今日与你奏过阎君，发尔俱向极乐国投身出世，再不在此处枉死受苦。尼僧俱大欢喜，拜谢而去。家看看公主来到金桥，但见上染宝盖壮旗，下是黄罗锦绣，左右栏杆，四面围绕，紫云布地，百乐齐鸣。公主问曰：为何此桥这等富贵？童子曰：只为公主善心千般，地狱化作锦城，血湖化作莲池。妙善曰：此间又听得有哀乐两样之声，为何？童子曰：乐者，十王殿内笙歌之乐；哀者，
地狱鬼哭求之苦。妙善曰：受罪之鬼，何方人士？童子曰：都是阳间为恶之人，今来因私受刑。妙善曰：既然如此，待我解厄超度他去。只见真经诵动，四下天花乱坠，球中大放光明，家消自脱，百行俱解，一切凶囚具的邪力超生，地狱为之一空。妙善举目再看，见十王齐齐都在前面迎接。妙善慌忙答礼曰：弟子有何德行，感劳炎帝垂青。十王曰：吾等闻知公主诵经说法，天花乱坠，善哉！真乃为善哉！善哉！大众愿来拱听。妙善曰：既要听经，可将三途八难、18众地狱一切鬼囚放出听。讲。炎帝吩咐牛头马面，速将众囚一齐释放。妙善讲经已罢，陡然地狱化作天堂，刑具化作莲花，冤家债主应囚犯皆得解脱。判官急忙将死生布，来禀过阎君曰：自从公主到此，刑具净化，罪人尽脱，吾恐地狱天堂自古设立，若今不送他转阳去，是有天堂无地狱，陈胜封都世界。十王曰：既然如此，今公主的辅具已游过，可这24对状翻送。公主过奈何桥，引到密松林失所，者他还魂，往生上界。阎君与妙善俱在孟婆亭作别而去。正是便由因思过奈何，欲求冤债尽消磨。孟婆亭下相分手，飒飒先锋古太和。015第15回是加点话。话说妙善离了的府，真魂被童子引得附在原尸体上，一时醒转起来，只见身卧树林之下，叹曰：我记得先在地府，摸所不闻，摸所不见，只指望求离出难，何其今在还魂，凄凄冷冷，孤苦伶仃，又无山居学道，又无林隐藏身，如何是好？正在沉吟哽咽，珠泪交流，心慌意乱。释迦如来驾起祥云，一时来到妙善面前，打个躬训，说道：娘子，稽首了。妙善慌忙搭理。释迦问曰：娘子，为甚到此荒山旷野之地？妙善把那生前死后还魂之事，一一对那先生告诉了。释迦曰：娘子，我看你这般苦楚，
是无人来救。你我幼世之身，不若与我权位夫妇，结草未安，随时度日，有何不可？妙善曰：先生修得无礼，弟子犹辩因私，是死而复生，阅尽轮回之事。你这披毛不正之话，休得在我跟前乱说。释迦曰：善哉善哉，吾乃非别，西天释迦是也，前言戏之耳。自你修行，此处不是安身之所，其来指引你到香山去，方有着落。妙善连忙拜倒地上说：弟子肉眼，一时不识师尊到此，万望恕罪。但不知香山在那地方。释迦曰：香山乃前朝古寺，隐仙之所，在越国南海中间，上有普陀岩，可以修行。妙善曰：此去未知有几多路程？释迦曰：约有3000余里。妙善曰：只怕饥寒，力不能胜，恐难得到。释迦曰：不妨，我有仙桃1颗，带来与你。此桃不是凡果，上界欢喜园中之桃，吃了45可，8节不饥，永无荣枯，长生不死。妙善吃了此桃，遂拜别释迦，径往香山，载乘前去。太白金星云头看见妙善行步艰难，乃唤香山土地向前，吩咐曰：今有妙善公主要往香山修行，奈因路远，尔可变作猛虎当路，待他来时，尔可备他前去，不得有违。土地受了金星敕旨，在于当路伺候。只见妙善沿途而来，正行之间，撞见老虎当路而吼。妙善向前，祝告虎曰：我是不孝之女，为父出家，今日相见，任从宝石。虎呼作人言曰：禀告公主，吾非虎也，乃香山土地，奉上帝敕旨，化身迎接。公主无碍，请自承之，送至香山。妙善曰：既是如此，感激公公。倘得道成，不忘厚恩。言语之间，耳边只听得如风似电。早到香山，只见层峦耸翠，独木生荫，万派绿波，皓月团圆，光明碧海，千灵玉笋。祥云霭霭照3号，卸下丹崖群鹿舞。瀑布泉高吹来树，众禽鸣黄莺巧语。玄岩有四季不谢之花，百鸟含香，有尽日长新之草。
玉袖插云霄，登泰山而小路，片帆遮巨浪，驾莫泊以连波，幽情野鹤，庭树，长松，锦鲤游林远住，正是旧岭宛然画彩莲，沙门朝昏尽夺身，天下名山称第一，世间圣境此为尊。016第16回善财龙女。话说妙善既到香山，清心涤虑，朝诵沐习，修道9载，神机广大，妙法无边。只见岩中群虎数千，仰慕闲时，遮盖四边。山王土的守护，人为龙家交参，神清鬼凤，猿猴献果，鸾凤宫花，庆云祥瑞，重重照果。妙善自知百炼丹成，永可不涉死生障物。当时地藏王与香山土地相议曰：自公主到此修行，如今正果已成，自世尊以来，一人而已，不为3000大千世界菩萨有彼指挥，而3000大千世界亦有彼管，上至凌霄，下至凡地，凡有邪气，皆在彼之掌握，此诚我们之主，而为诸侯之所瞻依者也。今日2月19日，可尊他高座，以济万民。土地听罢，即会同四海龙王，5月圣地，120人。太岁生煞36元天将，风伯雨师，雷公电母，3官5显，8仙10王。共尊妙善盘莲花宝座，以为人天普门教主，俱各参拜已毕，但无徒的奉妙善，招度善男信女，倘得一好徒弟，这土地报来，土地坊的李州大华山有一童子名唤善财，家居单邦，父母俱丧，自幼在本山出家，未成正果，此子或者可度，乃将其人回奏娘娘。妙善听罢，急着土地前去唤来，只见不一时间，土地唤的童子到来。妙善问曰：你是何人？善财答曰：弟子名唤善财，家居单邦，父母俱丧，6亲骨肉全无，自幼在本山出家，未成正果，今闻娘娘在此千百亿化，弟子特来，望其托度。娘娘曰：只怕你心意不诚。善财曰：6亲无考，不远千里而来，心诚之至。娘娘曰：你也晓得什么本事么？善财曰：弟子无知，省得什么来？
望娘娘慈悲。自古道，无师不成正果。娘娘曰：既是如此，你且暂退，全居檐下，待我取了法界文部，再来度你。娘娘乃唤徒弟，你可引众仙化作江淮强盗，明火持枪杀上山来。我即奔上岩头避难，跌下岩去，以示他善恶之心何如。土地听令，即化作一伙猛勇强人，蜂拥杀上山来。娘娘连叫救命，失脚跌下万丈深岩。善财看见娘娘，为师意重，急忙一跳江下去，搭救师父。到檐下，对师父哭曰：可怜娘娘乃修行之人，有无蓄积，任其所取，何的不顾生命就跳下岩来？事到如今，如何是好？娘娘亦哭曰：只得听天由命，善财孤苦连天，无计可施，只得哀告天地救起师父。娘娘曰：尔大不该如此，我又不曾剃度于你，你也就此轻生，千不是万不是，是我不是，你如何也就轻生则甚？善财曰：师父，弟子六亲无靠，不远千里而来，得见师父一面，就是徒弟，正是一朝为师，终身为父。师父跌坠檐下，徒弟深知何用？娘娘心思，善财倒是一片真心，可度。娘娘曰：善财，你果是一片真心，绝无怨言。善财，你看下面是什么？善财仔细一看，乃是死尸一个。娘娘曰：此即汝之凡胎，已脱度非身矣。善财叩谢师父。娘娘曰：自后合掌诵经，勿离左右。一日，娘娘挪开慧眼，见南海龙王三太子出来巡海，承父王之命，便作一鳞鲤鱼，随波踊跃，误入渔人网中，被渔人捕起，拿在越州。世上八脉，娘娘慧眼看见，即遣善财化作客人，将一吊钱前去，买到岩前，放之归海。三太子再三拜谢娘娘活命之恩，归到龙宫，报之父王。龙王曰：你可即取夜明珠一颗，送谢娘娘，照她夜间诵经，时有。三太子女素心悟道，要去修行，闻得此事，可禀老龙王曰：孙女要送此珠，往拜娘娘学道。龙王曰：你有此圣举，
我水族中永无沉溺之祸，乃取水晶胶卷帕，圣珊瑚果核，托九龙吐焰明珠1颗，公主捧定，献上娘娘。娘娘受了明珠，叫公主回宫。龙女曰：弟子不愿归宫矣，情愿在此服侍娘娘，皈依佛法。娘娘曰：学道甚难，尔乃公主，如何受得这般苦楚？龙女曰：娘娘当初千磨百难，尚且单身先自未知，何况今时有娘娘在前，真正师父在此，弟子何不可学？望其娘娘慈悲，收留弟子。娘娘曰：尔既诚心，可拜了善财为兄，自今呼为兄妹，专一修心讲道，不得有违。自是二人领了娘娘法旨，闲则诵经说法，有事则救苦救难。一、任替天行道，花市道人独传到此，乃叹曰：作善天庭必降祥，千磨万劫为谁忙？终身只恨韶华短，出世应如道未长。已入天堂轻地狱，既登佛境渺阎王。善财龙女参禅定，种种慈悲救万方。017第17回化身依附。话说庄王自从绞死妙善后，只在宫中与妃嫔作乐，朝政赋予，赵政总摄，凡有内外好臣，皆一任杀戮。有白雀4家兰，搜他过恶，叠成文书，一一奏上天曹。玉皇殿前掌书令，乃接上来文，转达天庭。玉皇见奏，心中大怒曰：此人杀女不辞，稍似太虐，叫筑录判官，查他阳寿多少。判官将簿细看，见他阳寿尚有20年，未尽。玉皇曰：既他地怒未可消除，可降恶疾。传旨，赵天一宫中，温元帅听令。温元帅知谕旨宣诏，慌忙伏御阶，启圣上，有何法旨？玉皇曰：今有兴灵国庙庄王，行恶放火杀人，汝当领受福命下凡。但此人阳寿未尽，汝可即降灾殃恶疾，残害其身，使他妙药难医。后来感动善女舍身救父，方显报应，汝其轻哉。温元帅领旨下凡，即将重疾恶疮俱降于庄王身上。只见庄王在宫，乐极悲生，忽然身体沉重，不思饮食，又自身发出恶疮，皮肉俱烂，
日夜疼痛不止。家妙善娘娘在香山佛台上慧眼一观，只见父王身沾重疾恶疮，疼痛不休，说曰：如今我父王得病，时父狼狈，我今虽然成道，父母养育之恩亦当不报，不如化作凡身与父亲看病，道比皆保用药，一来报得他养育之恩，二来显得我当日修行有用。于是对善财龙女曰：圆缺，你二人好好护持香火，我去下凡走。一遭即回，正是只因久改功成大，变化凡僧便不难。家018第18回接宝入国。话说庄王得疾，十分沉重，伯牙皇后衣不解带，朝夕侍奉汤药，服药无效，眼馋日久，忽然想起妙善死的苦楚，闲暇间乃一言，挑动曰：我望这等重疾，太医无效，如何是好？又无东宫太子，独无后虑乎？王曰：天要绝我，无可奈何。女未半子，只好让位与女婿便了。皇后曰：那个女婿？庄王曰：嫔夫人则取一个就是。皇后曰：可去宣来。乃传旨召淮安太监，召2个驸马爷并2位公主进宫，圣旨一下，即报驸马府中。驸马府中正在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又到何府，亦复皆然。奴婢再三禀云：如今皇上病体更加沉重，你府驸马爷知否？但曰：得知多时。又传出2个公主娘娘说的话：父王纵然是病重，疮疽之疾，慌张则甚，因此奴婢在此复旨。皇后把淮安所奏之，是转奏庄王。庄王听罢，气满胸臆，恼得几乎闷死，看数十人相抱而哭说：我有个太子，绝不到此地步，可惜第3个女儿又无福承受，如今怎生是好？皇后曰：当时女儿修行，听她出家，如有缓急，亦可叫她来身边。如今2个女儿她自享富贵，这等宣召，她视父亲如旁人，公然不采。庄王哭曰：路遥知马力，是久见人心。今日若非夫人，正病重治，此有谁看顾？但死者已不能复生矣。可宣内臣速写出榜文。4. 处张卦，望天下必有名医的正极全悦者，即与大位让之。这
两个畜生如若进宫，可将乱放赶出，休来见我。皇后传旨，命众书科写下榜文，召集天下贤良名医，军事即将。榜文悬挂午门。加榜文曰：诏谕内外远近市民士道如溪，正宫偶瞻否极，缠绵不已。太医巫孝，群臣贤思，为朕祈求阅读，导四山川，但英明绝世，终是宦路，而起死回生，沉疴顿起，还在一家。天下广阔，岂无报？今是奇才之一乎？今朕欲遇尔市民士道人等，有奇才良医者，一要复原其疾，必抽如日月计降，则尔之于朕，不斥明良，而朕之于尔，由是再生，朕当以天下共之，尔其轻哉。加但见妙善化作一个老和尚，头戴毗卢僧帽，身穿百衲袈裟，脚穿四耳麻鞋，腰悬陈药葫芦，走到午门，转至银河门，将求医榜文读罢，要接榜文，有守门。军官看见一个和尚，一把拿住问曰：你是什么和尚？这等胆大，来接榜文。和尚曰：贫僧是个医生，见你寺门悬挂榜文，知万岁有病，贫僧是祖传如医，是特来揭晓与万岁诊病的，凡未通报。门官曰：你是和尚，祖传的如医，既是如医，这是清高儒雅之士，为何不做医生，又去削发做和尚？我有所不解。但万岁爷的病，今医官太医院接诊不效，非当小可。和尚曰：众位爷们不必多虑，贫僧医道的一人传授，有起死回生的手段，你等速速通报，不必迟疑。众门官曰：这和尚或者有缘，所说尽理，我们通报丞相爷。你请进后者。四圣旨下来，召你进宫。旋即旨下，宣和尚进宫。正是君王一日病缠身，妙术众方不遂心，真个要医不死病，果然佛法有原因。019第19回救国二姐。丞相的门官禀道，即转甘清宫奏曰：张挂榜文招取医士，今用一僧人接榜能医，特奏圣上，皇后传懿旨，可召他进宫。丞相即宣和尚来到宫中，坐定，调匀气息，
引入上房。和尚将庄王病体脉息细细体察一番，奏曰：万岁，病体无妨，脉息好，不过缠绵难以速效，帝有方无药。庄王闻奏不悦曰：有病必有方，有方就该有药，何得有方无药？和尚曰：万岁之病已延缠日久，须得速效，非药寺中之药可医。庄王曰：既先生所言，此药从何处取办？和尚曰：此药民间万不能办，今万岁爷要取，就可取得来。庄王曰：是什么药？和尚曰：要亲人手一双，眼睛一双配药，一吃即全。庄王听得这话，大怒曰：和尚无礼，欺狂正宫，妖言惑人，生人手物，如何取得？即或取得，朕心亦有所不忍，欲我逐了下去。和尚冷笑而出，丞相惊惶无措。是也，圣上梦议长者唤庄王曰：汝并非这和尚别无良医，此药仰求和尚可以取办得出。庄王苏醒，乃是一梦有之。皇后翌日复召和尚进宫。庄王曰：朕昨晚的一梦，照朕这并非先生不能医，此药亦凡先生去取。前日赵玉上所言天下共知，绝不实言。和尚曰：圣上既信僧人之言，取道可以取得出。庄王曰：既然取得出，且听吩咐。和尚曰：圣上命大臣诚心斋戒，往香山寺中去取方有。庄王曰：香山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路程？客日可到否？和尚曰：路却远3000之外，看那个大臣前去，须诚心斋戒，办上檀香一盒，贫僧写各路引与他去，客日可到。庄王听得客日可到的话，大喜，即如所言，传旨，命丞相赵正、刘钦2人诚心前去恳求，无为。又命礼部侍郎刘和尚住在顺庆宫，修得任其自弃。赵正、刘钦2人领旨，往香山寺。却说2个驸马，听得和尚进宫看病，前日因有事误至，不好进去。今又闻丞相往香山寺取药，恐其医好，皇上夺了天下，如何是好？乃互相商议，买主心腹内陈过礼，暗带利刀，欲葬顺庆宫。夜间一刀刺死和尚，将毒药只说和尚制来之药，竟上圣上吃了，
痛哉快哉！那时圣上，和尚俱死，天下自然无人占得。赵逵、何凤欢天喜地，等到夜尽，制了毒药，乃唤手下亲信苍头索达来，吩咐曰：你到半夜，可悄悄手持利刃，潜入顺庆宫里，将和尚刺死，不得有误。妙善还是将身上袈裟只一个化身在此，他自己已转香山去了。彼时，在安方与善财说话，慧眼一看，只见和赵二人行此不良之事，乃唤值日游一使者，吩咐曰：尔即去到庄王龙床前，将内陈镜上毒药换了，将苍头附在顺庆门下，即来回报。却说时至3更，内丞霍里手捧毒药在手，向宫中叩门。内问：何人？霍里曰：奴婢在顺庆宫接的和尚致来之药，说仙人守墓一时未到，全送此药，陛下服了，可减疼痛。皇后接过，备由一使者将霍里止痛汤换了，毒药倾在地上，冲倒宫人几个。索达来到顺庆宫，夜尽，看定和尚，拔出利刃劈面杀去。和尚化身闪在一边，刺客自己被袈裟绊倒在地，用力挣扎，手足犹如被缚，不能脱身。由一使者看干了这两桩事，转安回府去了。待至天明，和赵二人打听，只见朝内喧喧嚷嚷说，宫内谁人行毒药，冲倒几个宫女，不能起床。又报和尚被人行刺杀死了，那行凶人倒在地上，行止不得。庄王闻得此事，传旨，这锦衣卫拿那行凶之人，着实拘究报来。锦衣卫大将军主节第二子主定烈，差校尉到顺庆宫，把那行凶之人即刻捆绑，擒到位前阶下。索达来忽然醒起，睁开双目，说：我非梦中，我才杀那和尚，怎么捆到在此？主定烈吩咐，与我拷打，叫他招了。索达来初时不认，直至重刑，乃直言招了。曰：小人是赵府，名唤索达来，因主公与和爷听得圣旨，要将天下让和尚，主公惧怕失了天下，故着内臣霍里，因用毒药毒死皇上，又差小人刺死和尚。
此系上命差遣，小人所攻事实，主定猎取了招贡，将所达来监下，入宫转奏庄王。家庄王得奏，咬牙切齿，对皇后大骂曰：我作何孽？好好一个孝顺女儿，又苦逼她死了，这等不义禽兽，想我富贵，不思报本，反来用药毒我，杀我一僧，天不容他，使他二世都不得遂。着落锦衣卫即将贺赵二贼，绑赴法场，登时斩首。以锦将来，内臣或礼苍头所达来，凌迟处死，亲此亲尊。家主定列速受文臣之器。何赵二人每事皇亲常傲慢他，主定烈蓄恨在心，令至即点起2000羽灵军，将贺赵二府紧紧围定，两个公主无计可施，只得冒死哀美母后保奏，宽恩大赦。皇后痴女儿哀美不过，即叩首欲榻前，哭诉曰：幼女已亡，此二贼谋畏不归，自应杀戮无赦罪。但两个女儿念自家骨血，其我王屈赦其罪恶也罢。庄王沉吟半晌，吩咐将二贱人幽囚冷宫，于魔所设。家姐妹二人丢在冷宫，哭思三妹修行，我们阻她，今日我们扶不到头，或又先至。要此性命作甚，不如死去，早与三妹作伴。二人相抱大哭一场，昏倒在地。冷宫土地即托梦与他说：你二人不要枉死，你三妹未死，今已得道。尔可自今修行，后日他来度尔，谨记无言。二人醒转，似梦非梦，说道：宁可信其有，从此吃斋把素，朝夕诵经。一宫中修行。家却说二驸马在府，自知理亏，再无生道，乃在府中自缢身死。军校打开府门，将尸验过，主定列令军士取了二人首级，转到法场取出货，所一干犯人上了木驴，凌迟已毕，然后具表，申奏庄王。庄王思想，二女都是这样结果，其病转加沉重。后人有诗叹曰：当年征战杀人多，取得银元出入河。一怒几千肝胆碎，满城无限怨魂歌。已知于女心有惨，难免连床病转魔。南海老僧真守墓，
兴灵国统属谁贺？020第20回首目作要。丞相赵振与行人刘钦带领人马表里，日夜宰行，不消2日夜，已到香山寺前。妙善折善才化作凡童，出门迎接，直引道坛。刘钦将圣旨宣读，皇帝诏曰：闻神仙久引灵骨，佛法高超，名播中外，慈悲四海，兴灵大国，天下太平。正妙庄王御疾50余载，今得占居及之。9. 用尽良方，皆莫能矣。今欲僧人指点，要耳不拒，须香山仙人守护，以配灵丹，正以信思言。仰望神仙大发慈悲，广布方便，借神仙守护，用以济正之苍生，正当刻骨不忘。特敕内臣赵振等来取，以为正望。仙人皆敕已罢，吩咐使臣曰：远路劳顿，皇帝望英，你可取刀来，将我左边手眼割去。叮嘱一人用心调制。刘钦捧刀在手，不敢动作。仙人曰：尔要速去回命，何得作此儿女态？刘钦只得将刀下手，但是出下刀之时，鲜血淋漓。后来就似沉香一般，乃把金盘盛起，拜谢大仙，即转心灵，奏上圣上，奉敕取人守墓，今已取到。妙善计划手眼与他割去，教善才曰：我今先赶到宫中，与他调制。我再画的有6杆手眼在此，再来取时，尔可人付与他。说罢，飞腾而去。赵振取得手眼到国，进入宫中，先献上皇后。皇后一见，内心恻然，说：世间有此大仙，肯舍身救人，不顾自己肢体。仔细举起来一看，不觉两泪汪汪。此手分明是第3个女孩儿的手。我记得她左手虎口上有一点黑痣，今却俨然。庄王曰：天下相似者极多，那里便是？皇后哭曰：若非自家儿女，谁肯不顾父母遗体，忍心割来与你治病？正在疑惑之间，和尚闻得取手眼，便入宫奏曰：此大仙修行已200余年，救人多矣，圣上不必见疑。皇后方是泪宽心，负手眼与僧人调药，和尚演了凡人之目，丢开手眼，
口将一粒仙丹，和墨调药，只是庄王茶上左边，方才茶的未完，左边半生药已用尽，但见左边之疮如汤沸浴血，其肿痛顿消，痕迹无影，却还有右表，患痛如故。庄王复问僧曰：贤卿有此妙方，曾查右干无效，还是如何？和尚曰：大仙之手，的左指至左，的右至右，今只求得他左边，是以左好而右不厌。庄王曰：今日损人利己，朕怎肯忍为？和尚曰：若非大仙右干守墓，贫僧告退。庄王曰：未知大仙还肯施舍否？和尚曰：大仙慈悲为本，全身割落，他亦喜慰。庄王复差刘清领旨敕文，星夜又到香山取讨。刘清来庵中，人将圣旨展开，对大仙宣读。皇帝诏曰：朕以蒙大德，悉赦左边手眼，并除一半，右干不能，全好。朕今负罪，在其真仙大圣右边手眼，朕得并全，不昧出心，在处建修庙宇，加固尽力神位，独尊大法，流传万世不昧，岁岁敬香，福望慈悲，特敕再请，无为正义之治。加使臣读罢敕文，善才化作大仙，乃教使臣将右干守墓，一齐割去，用盘盛住。刘清起头一看，只见大仙两边鲜血淋淋位前，合口而坐，真个惨人，乃嗟叹曰：这和尚也不是好人，要救一个人，就坏一个人，想他只是要皇帝做。说罢，拜辞大仙，速回国，献上右干守墓。加庄王大喜，乃宣和尚进宫。谁知和尚仍取一粒仙丹，河水将装，王右干一查，片时之间，如阴云一散，晴空朗现，浓雾一清，红日正照，王宫焕然复兴，庄王全身依然如旧，满朝庆贺，文武齐欢，共一尊和尚为镇国禅师，一则日让以大宝，册立位，帝谢他在生活命之恩，正是哀哀父母甚劬劳，举事纷纷变了蒿，养志守身轻义重，捐躯竭力孝行高，潦草本未苦，蒿欲一残，火烧白雀悲三界，浑竹青衣画下曹，紫竹半刻灵瑶叶，普陀千古圣恩包，
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南海观音船502 CHTML 21驾云回安22妖精乱世23庄王披南24善财收妖25君臣反国26一家玩具021第二一回驾云回安庄王并体的权，喜不自胜，乃颁特旨，宣光眼和尚上殿。丞相赵正领旨，请和尚上殿受封。光眼和尚俯伏丹池听旨。诏曰：正经的命，此事非常，死中得活。枯木生花，天谴千一，感恩非浅，时正宿世之父母，当颁天下赦，全将正殿为讲堂，暂把龙床为法座，沿节道场，敕号僧人为三天门下大宝法王。郑国禅师代朕掌管江山，朕退入养老宫，今日聚集文武，交国手尔其轻哉。和尚祭拜谢敕旨，乃对众官曰：贫僧出家之人，散淡惯了，今只愿主上人民爱物，不是杀人。尔众文武陈留宣化，尽忠报国，则贫僧高枕日红，共乐生平，世界成为万幸。若服皇帝之位，非为贫僧不愿，亦贫僧所护有福而不屑位也。言罢山呼万岁，用袍袖一拂，紫雾祥云从天而坠，和尚驾起祥云腾空而去，因直下一句寄语下来：吾乃西方一世尊，特来救尔病除根，从今正道无邪色，勿使灵真染色尘。闻无实德，读罢，乃曰：原来这老僧是个活佛，望空驾云去了，就将僧语奏上庄王。庄王曰：吾有何德，能感动世尊下界，又感动大仙舍其守护？且问你，当时大仙是甚样人？赵正奏曰：乃是一个女子，其相貌与三公主恰好相似。庄王曰：尔下刀时，他也怕痛否？赵正曰：小臣下刀之时，只见鲜血淋漓，见者心恻，而那大仙病，无其容，欢天喜地。庄王曰：有此一事，若说我女得道，当时明明绞死，被虎衔去；若说不是我女儿，谁人舍得断臂木救人之为？此事真是奇哉！尔众臣僚及诸眷属，可速持斋戒，清洁身心，
皆往香山面谢仙姑，一则以绝正心之疑，二则报答生辰之德。正是仙女慈悲救正生，诚心鼎力要殷勤，满朝文武并非平，同到香山拜世尊。022第22回妖精乱世，妙清妙音自从驸马犯法典刑，把他俩监禁冷宫，二人在宫绝去，悟欲至心皈依佛法，朝夕诵经不辍。一日，西方世尊如来山门上，时刻有亲师，白象法门，每日听经，诵记多年，灵通广大，极有知觉运动，有时化为长老，有时化为阿弥，又有时化为少年豪杰。当时8月15，乃王母蟠桃会，诸神俱到，如来一语赴宴。门外，青狮白象见大佛往王母宫中去，两个乃私相商量曰：我们终日在此守禁山门，动转不得，不能自如。今日大佛不在，不免将身上泥土做个化身，在此看守。我们二人且下凡间，逍遥片时，有何不可？两个化身一变，变作两个青年汉子，逢店饮酒，道：若爱人间妇女，可速到心灵国中去走一走，去见心灵国冷宫中有二女子在那里做参会。又道：你我到山魈一问，山魈把二人首尾从头说了一遍，青狮即化作妙善形象，白象即化作徒弟，双伴。夜敲开冷宫，宫内妙清妙音忙向前一看，见是妙善，二人十分着惊，说道：妹，你既死了，缘何来此惊我？妙善曰：小妹自从那日被父王赐死，感得天神假装猛虎，将我背入天宫。今我已为天上长书玉女，昨日云端见你们冷宫，受苦，故今师徒二人奏过玉皇，专来接你们上天，同享快乐。妙清二人听罢，姐妹三人抱头大哭。妙善曰：事不宜迟，姐姐可速同我起身，恐受宫人之决，不便。妙清曰：妹妹有道，能腾云驾雾，我二人怎么同你走得？妙善曰：不妨，你们二位姐姐闭了双目，不要睁开，待你们上去。二人一言，但见师相做起法来，一时之间，路的
妙清妙音来到清凉山绝顶之上，家二人开目，不见妙善师徒，眼前只有穿青、穿白两个少年子弟，笑谓妙清妙音曰：吾乃非别，是天上玉皇大帝外甥，世间在于头上。忽观见两个妖魔，长手短躯，要将你们来时，被我们打走。我们二人有前世之恩，你可与我结成夫妇，后日我带尔上天。家妙清二人听罢，唬得魂不附体，对妹子说曰：事已至此，有死而已，他何须哉？乃对二少年曰：我乃庄王之女，驸马之妻，只因有无圣旨，求入冷宫，既在冷宫，静心学道，此生已置之度外。你是何处妖精，敢来我跟前胡说？青衣曰：吾系玉叶金枝，先已对你说了，安得妄以我为邪？成就一对夫妻，亦是你的缘分。耳说学道，道在那里？你的妹子苦要修行，如今已做虎参之子，人生一世，快乐为第一，我不玷辱于耳。上客执迷不通，言罢二人向前陪着笑脸。妙清妙音姐妹恐身有失，便欲寻死。少年欲心虽炽，怕一时逼死了他们，岂不白用这一片苦心？乃将迷魂水一口喷将来，把他姐妹都迷得眼目昏了，附带去藏在百花谷中武松岩内，着落岩前一个1000年的甲鱼精，叫他守住。家他两个中夜出去，各处迎人，日间回转岩内，百般调养妙清姐妹，又教鳖精化作山村女儿，设得尽方人间饮食供奉他。一个前村王家使女，昨日在此岩前经过，观看二位娘子在此受苦，故送些鱼食，与你安命。妙清听罢，心中无疑，全时受了冲击，道是鳖精日复一日，三除不绝。家却说把守冷宫军校，入宫不见了二位公主，慌了手脚，连忙进宫来禀庄王。庄王正要起驾往香山，闻说此事，登时气倒在地，说他真个贱人，终不然逃走不成。他又长生威，又无术法，往那里去了？若是死了，却有失手；若是出外修行，他
又不晓得四关。庄王将2个守宫军校重则40，就限他各处地方访来。军校未法，只得腹痛前去。家那妖精银宿妙清妙音，不觉开眼一望，只见宫中发去军校4方来击。2个商量曰：一不做，二不休。皇后宫中娇红翠红容貌，亦尽可得，原是妙善宫中使女。我们何不再化作妙善乳的他几个，尽教我受用。青狮即便作妙善，白象便作从行女徒。看的二彩女出宫门，二妖向前叫曰：娇红，你还认得我么？娇红抬头一看，认的是主母，乃曰：娘娘死了，缘何又得在此？妖怪曰：我今修行得道，大非昔日可比。我今已在香山成了大佛，特来渡你前去。娇红曰：既是如此，我去禀过皇后却来。妖怪曰：你去便有阻滞，可快跟我速来，迟则我便去了。娇红二人说：娘娘怎么待我？妖怪曰：尔何住眼？我即带你前去。娇翠将眼合了，却被二妖缚虏到武松檐下，东一大壁之下。二女开眼，只见那妖变得青脸獠牙，百口血舌，3丈5尺长，把二女惊得死了，不能作声，被2个妖怪终夜快活，有天无日。二女求生不得生，要死不得死。前日那陈氏机访的军校，遍访地访，绝无动静。宫中又报失了2才女。皇后曰：怎么有此怪异？前日二公主已不知下落，今又失却宫中才女，此事非凡人可识。香山既有大仙，圣上又要去拜谢他，不如奏明圣上，趁此机会早早准备圣驾往香山筹愿。到天明，庄王传旨命大臣保驾，点起羽林军3000，前呼后拥，尽往香山还愿。忽必立与主定列当先引路，大将军主节都兵后护，敬礼启程。正是天子英豪驾车龙，旌旗蔽日照凌空。香山普陀成真佛，荣耀当年幼女魂。023第23回庄王披南。庄王銮驾，行了多日，早到陈兴县，命文武众军聚到驿中，安肃。皇帝皇后妃嫔正肃献中正堂署内，
二妖怪之的庄王往香山，恐怕泄露他天机，乃到半夜时分，化作狂风猛雨，飞沙走石，把庄王夫妇二人迷倒，乃射入万花谷中千层岩底，黑暗洞中，不见天日。庄王夫妇居于岩底，如醉如梦，泯然不省人事。待到天明，众臣俱入县来问安，并不见了皇帝皇后，各处动问，据说不知，只有2个未睡宫女说，昨夜风起之时，恍惚见2个3丈5尺长的人进来，后也不知去向。众官俱各无措，说有这等大变，国中不可一日无君。今日君复有难，我们如何是好？枉为臣子，今日上天下地，也要去寻来。主将军曰：赵丞相莫但劳苦，可即到香山去问大仙。我令重兵遍地去访，定列可送诸公平权且归国。又做道理，加妖怪之的赵正上山，又差果鳖精在香山渡口化作渡船等候。赵正到渡上船，不知是怪，被他妖气一时迷倒在船，一皆入洞中。家时有何凤之子，当时见父受刑，年纪18，逃在达海国避难，经3年。打听得庄王被魔不见，文武俱皆失散，国内空虚无主，乃于达罕国赤鲁花处借兵3万，杀奔亲邻国来。国内运筹决胜，无一人在。何朝阳安然据了大位，大赦天下。建国未毕，改元大武元年，这人冷宫去娶母亲。宫人来禀，娘娘不见多时。何朝阳与大臣议曰：外公外婆杀我父王，谁知此位人归于我，只可怜我父母不得享福，亦差人四下查问，拯救母亲。家却说妙善救好父亲，归安数日。适逢大帝有诏，曰：焰摩天宫走出18个鬼王，在凡间作乱，扰害生民，不得安生，却差李天王统兵剿灭。妙善带天王第2个太子一同督战，不得有为。妙善领了谕旨，乃吩咐善财龙女曰：我今要去收服鬼王，庄王这几日必定来谢，愿你可替我行礼。我去便回。2人领了娘娘法旨，只见妙善驾一朵祥云往西去泣。善财对龙女曰：师父已去，我们在此清闲无事，
同去延后千仞封关玩。片时，有何不可？二人同上到高崖之处，左盼右顾展望。善财对龙女曰：此处是我娘娘父母之国，怎么怨气冲天？是甚缘故？待我仔细再看。兴灵国中无主，天位已被何朝阳占了。龙女曰：我们何不化身到他国中一问，便知端地。两人乃回转庵中，吩咐守庵土地曰：我去兴灵国走一遭，你可谨持香火。土地领命，善财化作梵僧，龙女化作小沙门，一同化作游方僧模样。沿途超化，来到兴灵国，同看见一个太监出来，说声公公化缘。太监说：我这国王专一要拿游方和尚，你可快走，保全生命。和尚曰：请问公公，有甚缘故？太监曰：不说尔还不知，当初我这是兴灵国，我是庄王保驾太监，只因第三个公主要出家修行，惹得国内七颠八道，后来庄王把两个驸马也杀了，把两个公主囚在冷宫。后来的一场大病，得一僧人取香山大仙守护，医好其病，正要去香山酬愿，只见冷宫，二位公主不见踪影，宫中又不见两个才女，遍访无踪。那日庄王整备车驾，一则还愿，二则请问大仙消息。行到中途，歇息，夜至三更，风雨大作，又不见了皇帝皇后，丞相上山右，不见转来。大将军去国，至今未回。如今这新国主是何驸马之？公子，看我国内无主，今打破城池，夺了江山，我老人家权且顺从他在此。他如今要寻母后，说道：一定是游方僧掳去，因此吩咐四门，但有僧人即要拿住枭首。和尚听此言语，深深打个稽首，多谢公公指教。善财回头对龙女说：师父又不在安，怎么有此怪异？待我叫得守宫土地来问，便知端地。守宫土地听教，忙到跟前问曰：仙童有何吩咐？善财曰：公主娘娘，皇帝皇后今在何处？你可从直说来。土地禀曰：说起这个妖怪，惊破人胆。娘娘这一起人，具备如来世尊山门外那两神通广大，
变化无穷的青狮白象，露在万花谷中，不能得见天日了，除非3000大元天将，方可收得。善财知此消息，吩咐土地退去，急忙与龙女回转庵中，商议。南无正是妖气愤晕绕太河，心灵国内尽消磨，清江欲与他人管，不见妻奴尽踏窝，幽谷凄凉云暗影，武松惨淡鸟依罗，天曹若不行超灭，枉把身躯力普陀。024第24回善财收妖，善财转到庵中，只说师父已回，谁知师父还未转来，与龙女商量曰：我二人蒙师父指教之恩，未曾补报1/10，今值他父母有难，我们何不统领天将，召集妖精擒捉，送还庄王皇后公主，倒是我一场大功劳。龙女说：师兄说的有理，乃播音王狗必为前部先锋，悟显3圣卫左右护战，太岁部下120位诸天神煞，俱以督兵在后，大发天兵40万，杀奔万花谷中武松眼前，把谷中重重围绕。二妖正在严冬与焦红作乐，跛鳖惊闻的天兵到来，吓得屁滚尿流，慌忙报入言来。二妖曰：不必忧愁，待我出去，一个绑捆便是。却说青狮原是火之精，有个兄弟名唤毒火鬼，现在东九山毒霸。一方白象原是水之精，有一妹子名唤水母娘娘，现在四周西洋海险胜。二妖看见天兵来的凶猛，乃差沿边飞天蜈蚣金钱，去毒火鬼借兵助阵，又差双尾蛇金钱去请水母娘娘助阵。二人听令，各化作一个小小蚊虫，兴奋电掣，来到两处俱各起兵。毒火鬼点7火兵5000，火轮、火鸦一齐俱发。水母娘娘点起水兵5000，虾精、鳖将一齐俱发，喊杀连天，把天兵围在中间。二妖洞中闻的救兵来到，摇身一变，变作2个虎蛮天王，身长4丈，3头6臂，各执一般兵器，一个身骑金毛蟹豹，一个身骑8爪豺狼，飞石撒沙，变作100万雄兵，杀将出来。王灵关头戴围金盔，身穿定铁甲，
腰束九龙带，脚穿履水靴，手执披魔竹节鞭，坐下吐火吸水神驹，出阵骂曰：你这破罪，长鼻畜生，不守如来山门，不遵佛法，敢来凡间如此作怪，好好送出庄王皇帝回朝，饶你残生，稍过胡言，一边打你生辰。鸡粉二妖听罢，大骂曰：我与尔各不相犯，你今无故听善财那小处，生指挥，敢来围绕我的刑台，尔若善退去，得保首领，若半时不退，内外夹攻，要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惹得亡灵官兴起，招动天兵，杀将进来。只见青狮放出万丈烈火，毒火鬼火轮，火压满天通红。水母娘娘率众涌起五湖大水，水足虾螯遍地忙发，天兵杀出，首尾不能相顾，如火亦热水一身，奈他何，被他围困在谷中。善财谓龙女曰：这两个畜生时好厉害，唯能收得这水火，方可擒得他服。龙女曰：吾闻石城火焰山上有个红孩儿，乃是三昧不灭真火炼成身体，师兄可即去请他来相助，我去南海领得父子兵来，与他相战。此事以火敌火，以水敌水，何愁争他不服？善财曰：师妹说得有理，乃传令天兵全时屯扎在此，不要走漏消息，待我取得兵来，然后厮杀。天兵各营聚以听令，善财龙女两个各驾一朵祥云去了。善财来到火焰山，请山王土地前去通，红孩儿接入洞中，相续礼毕，问曰：先兄到敝山有何指教？善财曰：小弟因师父去赴蟠桃会去了，不在庵中，与师妹闲耍，见心灵国怨气冲天，慧眼一看，乃青狮白象作怪，那两个妖怪原是水火之精，又借得毒火鬼、水母娘娘两个前来助恶，因此杀疏于他。大王常念佛法，大发慈悲，赐弟子一臂之力，弟子死生不忘。红孩儿曰：我去只能敌得他火住，还有那水怎么计较？善财曰：我引着师妹龙女前去借因，他父王水族父子兵前来接应，如今想已将到，望大王速发精兵。红孩儿曰：先兄先行，
小弟即领步兵前来，善才再三叮嘱，相别去了。行到半路，撞见龙女带领父子兵来，善才曰：师妹来得恰好，我去通报无险，尔可托兵在此。呆。红孩儿兵到，在外面协同杀将去，信炮未号，我在里面杀将。出来。说罢，径奔万花谷去。武圣三官俱皆到，问救兵何如？善才曰：两处俱已动兵，待等信炮一响，我和尔只管摆布厮杀。说犹未了，只听得号炮连天。因元帅入大营禀说：西岸火势冲天，南岸水深备勇，想是救兵已在外厮杀。善才曰：因将军与三圣军引1万兵从西接应，绕出南天。王将军与五显灵官领引1万兵从南接应，直冲西路。我与三官大地督兵，分两路拒敌，分罚已定。只见青狮白象2妖，正在设宴与毒火。水母劳军，跛脚憋惊的，一步一跌，入营禀曰：祸事到矣。如今善财龙女借得火焰山，南海两路生力兵来到，火王快作主张。毒火鬼曰：红孩儿当我子孙，何足畏哉？水母娘娘亦曰：南海水族也是服我管辖，他有何能畏哉？青妖曰：我帮助火王。白妖曰：我帮助水母。红孩儿与龙王曰：以火攻火，以水攻水，不见手段。我有牛魔王，铁扇在此，扇起妩媚真火，怕他白象水母，不烧得他皮毛焦烂。你可涌起南海大水，把青狮、毒火鬼尽得他烟消火灭，两江一罢。红孩儿立功水寨，王灵官一支兵杀来，白象吐水，水母作浪。红孩儿在外煽动大火，灵官在里面，火炬火箭一齐发作，烧得白水成汤，水母煮的皮泡骨裂。带领残兵逃归四周去了。白象被火，变身毛都烧尽，躲入清凉山绝顶避难。龙王兵攻火寨，因元帅一支兵杀来，青狮喷火，毒火鬼生烟。龙王在外涌起巨浪滔天，因元帅在里面，水囊水柜一齐发作，弄得烈火成水，毒火鬼成的不奈何，带的败兵奔往东九山去了。青狮被水灌得出气不得，即奔武松眼里藏身。主兵、客兵会合一处，善财龙女欣喜之至，
即设宴劳作，拜谢，曰：深感神威，二妖杀败，但不能拿住妖怪，必不得国王返国。大王与龙王全统得胜兵归国，容小生后来不报。说罢，今我二人再转回庵中见师父，又做道理，正是从来邪正不相容，眼底妖气水火攻，水母无能生早遁，相师有力继先穷，腾腾烈焰埋山日，滚滚沙涛战海风。古霸僵尸30里，善本报本意奇逢。025第25回君臣返国。话说妙善赴宴归来，与如来作别，云端一望，只见万花谷中妖气逼人，视目一看，但见父母及二姐宫女，丞相都离倒在那里，乃对如来曰：师父何不谨慎，纵放守门二处生害及国主，于慈悲大道的无有力乎？如来曰：贤弟，尔看我山门师像现在那里。妙善曰：那里却是化身的。待弟子呼谷中土地来问。妙善慈声一唤，只见谷中土地来到听旨。妙善问曰：如今那二妖藏在何处？土地曰：自从前日杀败，一个逃到清凉山，一个躲在岩下。如来听罢对妙善曰：尔且回庵，我转去拿那2个畜生来，各自分别。如来转回天福庵，参拜已毕。如来曰：你们这伙人俱是泥塑木雕的，你们本座尔等下同。山门外那2个畜生那里去了？也管他们不住。今走在万花谷中，酿成这等大祸，把一个心灵国平白败了。叫8大金刚快来听令。金刚曰：世尊有何法旨？如来曰：你去到清凉山，悟松岩，所那2个畜生到此问罪。金刚领旨前去，只见妙善回到庵中，善财龙女迎接。师父，徒弟还有一事。冒禀师父，前因师父赴会去了，徒弟无事在山散步，突见怨气冲天，慧眼一看，乃心灵国王被妖怪青狮白象掳困在万花谷中，所困者乃师父一家骨肉，不得不救。是以不等师父回来，即往南海、火焰山2路借得兵来，今已杀得他们大败去了，而青狮白象尚未拿获，庄王一家亦未救得出谷，是以冒禀师父，还要费心救出庄王皇后一家，
并拿到青狮白象二妖，问罪正法才好。妙善曰：我已知之矣，只是此事不便加罪于汝，自后切不可妄为。善财龙女谢罪曰：谨领师父慈训，以后不敢放肆。妙善曰：我昨回来，路上的遇如来世尊，我将此事告诉他了，他回安定然会拘他二妖治罪。话犹未了，忽见如来的八大金刚来了，便问八位天王从何而至。金刚曰：我们承佛旨，去捉青狮白象来问罪。妙善曰：望大王先与我打破万花鼓，然后去拿二妖。金刚曰：何不凡令徒同去？妙善曰：既成美意，大王请先行，我们随后就来。金刚天王到了万花谷，将东西二眼打开，把那蜈蚣精、蛇精、鳖精、虾精等进行斩弃。妙善入骨，化作老僧，救出父母丞相等人，各把辟魔汤一杯，与他们解了妖毒。主节引得大家到老僧跟前谢过，老僧打个稽首，乃腾空去了。君臣父子一看，相抱大哭说：我们被妖迷至此，又得神僧搭救，不然皆为此古之冤诡异。如今速转心灵调摄，再往香山家，不日到了心灵，而心灵群臣得知，俱来迎接，只见主定列，忽必力俯伏请罪曰：卑臣闻圣上有难，即欲起兵来接，谁料奸贼何朝阳借得外国之兵突然而来，臣等为圣驾攻出，未曾防备，时措手不及，被他打破城池，占了宫殿，以建国立号矣。四门把守，不得进城，请指定夺。庄王曰：这个小畜生善敢无礼，大将军，与我驱兵向南门杀将进去，拿着这个畜生，碎尸万段。何贼的报，遣兵四门严拒，主节正打南门。军士早报说，西门被刘钦展开，忽必力大兵拒矣，拥进矣。何贼无计可施，乃带儿子舍命冲出北门，带往察海国去了。庄王复斥，文武大小俱来庆贺。庄王曰：向日之病，即死上匪保守，今日遭此妖难，莫非那神道搭救，葬于眼底骷髅矣。宣主定列，可与朕引300兵到南郊筑起3层高台，设立神僧主位，
正好朝夕去拜他复国活命之恩，定列领旨去讫。明日，皇后复奏曰：谢香山大仙守墓之恩，半路终止，今人御驾，再去仇怨，臣妾不敢自善，望其陛下特旨。庄王曰：还愿之心，朕心切切在念，欲丞相可速办起香花。朕同皇后公主，星夜就要往香山寺，大将军务要谨守城池，恐何贼又来入寇。诏主二臣各领旨去讫。正是两次香山夜大仙，谁知清谷望中悬，直教阔起寻常眼，始信神僧及大仙。026第26回一家玩具。一时，妙善救了庄王君臣，回到本坛本安，叩神参拜已毕，乃着善才到火焰山，答谢红孩儿助阵之功，又着龙女到龙宫，答谢龙王助阵之力。话说庄王同皇后二女文武大臣，小夜不息，已到香山驻跸，召朕上山，摆开礼仪。妙善听知父王母后亲来行香，速排开香案，这善才伺候，他自己人化作无手无眼，污血淋漓，坐在佛座内。庄王登安，果见一座草房，庄王领皇后鞠躬四拜，众官一齐随班行礼。庄王曰：朕今先筑其香，进宫清斋，聊表寸心，愿赐慈悲。希冀、洞见、筑罢，皇帝皇后、公主文武右侍四拜，只见大仙被纱幔罩，驻守墓，全无动静。庄王对皇后曰：朕是山河天地之子，万姓之主，感天地之德，愿来拜谢。缘何并无动静言语？感因朕是男子，不敢起问仙姑。夫人、皇后向前看看神像，轻轻接起，仔细一看，显然是妙善。身体，皇后吓倒在地，妙音就醒起来，对皇帝曰：这个仙姑是我妙善，前日我一纳手是她的，今果然矣。二公主再扶起一看，只见血迹腥臭，伶仃可怜，对父曰：真个是我三妹。庄王曰：那日绞死，明明被虎背去，怎的在此？举头一看，未报，是妙善。四人相抱，哭死复苏。庄王问曰：早知尔今受这苦楚，爹爹要这条性命何谓？我儿且罢。
始末原因是说与爹爹听。妙善曰：那日蒙爹爹赐我之死，天地怜我星辰，吩咐土地化户，被放在密林下，又待孩儿魂灵游遍18众地狱后，复还魂。昔遇如来指我香山修行，9载成道，众神尊我香山佛主。前日玉帝因爹爹倒寺求嗣，多事杀人，特降恶疾，孩儿看见，故化位。和尚专来治病，又结手眼与爹爹合药，前承爹爹来也。谁知如来面前施相未邀，走下凡间，化身掳去2位姐姐，又掳去宫女。据爹爹知道，复到诚心县掳去爹爹与母亲，捉去丞相。孩儿昨在王母娘娘处赴宴，回来见爹娘有难，又同8大天王打开岩洞，救得君臣返国。只是今日孩儿无了手眼，不能的够见得爹爹。庄王夫妇听罢，心如刀刺。妙清妙音问曰：三妹是这等形状，如何是好？还可医得好否？妙善曰：我是慈悲之人，只要爹爹叩向天下，拜我的手目，必能复生。庄王听得此言，即焚香拜曰：天地日月三光，是寡人不和。当初将与灵见，今日反来舍身救父，果是孩儿孝义修行，愿在孩身，全手全眼。拜罢。妙善瞥了化身，将亲身出座来见。父母姐妹看见手目如故，大家且哭且喜。妙善曰：爹爹今日到此，还许孩儿修行，还许孩儿招婿。庄王曰：我儿在故要提起那事，当初是我不是，若非是你这般修行得道来救，我一命险些归于权势。如今寡人情愿弃了山河，一同修行。尔众文武愿在此者在此，愿归国者归国。朝中只有丞相赵正节中事上，赤心报国。朕知此位即赋予尔掌管，玉玺俱已在此，尔勿尽天晴明。赵正的命，君臣痛哭，拜别而去。却说如来所的施相到殿，心中大怒，骂不绝口，吩咐哪吒解入石板地狱，压他粉碎，永不赦除。妙善慧眼一看，见原系西方施相，转身自私二姐被这2处惊唬，即驾云到西域，叫声师父稽首。如来问：贤弟何来？
妙善曰：我们出家之人，当以慈悲为本。二处虽犯天条，望师父宽恩驱舍，弟子带回香山慢慢训制，点化他成个正果。弟子不敢。善专听师父垂察。如来曰：既是如此，叫哪吒带畜生转来。二处跪在阶下。如来曰：今日本该众志，承我这善菩萨救你俩，你俩可跟随他去，至心归一，再不得妄生一心。二处唯唯而退。妙善拜谢如来，等得二处，回转香山，对二位姐姐曰：你俩遭此两个畜生受了无端苦难，你们今认得他们否？妙清曰：往日是清白二少年，今见本相，我恨不得要吃了他们。妙善曰：如今姐姐既出了家，那一点心头之火全要灭了。此时他俩已归我，便是佛家眷属，再莫把前世记怀。一边吩咐善财整备素斋，供养父母，一边修治房屋，安顿家眷。只见值日山神来报，玉皇颁下天谕，娘娘安排香案迎接。说罢，太白金星已到庵前，宣读。家。玉皇诏曰：兹尔兴灵国妙庄王，初为十天庭的府，六道轮回，造孽犯罪在先。今妙善专此责而脱凡尘，久在苦修成功，因思救恩，舍身救父，济人利物，弥不趋近，举目能观天下善恶，侧耳能听人间是非，正胜家焉，且风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赐予莲花宝座一副，永作南海普陀岩道场之主。其解妙清妙音，初单是昧，后能改行迁善，修行悟道，遇难不污，妙清风味。大善文殊菩萨赐予清师，出入其座，妙音风味。大善普贤菩萨赐予白象，出入其座，永作清凉山道场之主。其父庄王风味。善圣菩萨都仙官。其母风味。万善菩萨都夫人。其善财龙女风味。金童玉女。呜呼！千教万应，普度众生，阖家丰赠，万年香火。家，众人谢恩已毕，太白金星辞别而去。正是观音娘娘在香山普陀岩威灵显圣，家家供养，人人亲奉。紫竹鸣鸾，净瓶伫礼，杨柳烟青。
草毛深色，自武帝以弃，于华夏共祀无为。宋曰：专心学道脱凡尘，百难千磨刃得真。白雀火烧风雨至，感伤行惨地恩深。依清愿把守牧歌，亘古于今独一人。南海普陀登正觉，一家五口作先兵。南海观音传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前言：宋曰七真传目录序言。下载七真传250K 4网页负510X execute 510B HTML 01连平诗会02假装中风03路的藏身04孙真惠夫05狮王重阳510C HTML 06夫舍家财07贿赂族长08先天庙里09愤怒吟诗10字损面容510D HTML 11天宫护法12打坐庙里13师徒南下14吕师斥责15羽化仙师510D HTML 16大卫村老17妙计脱身18说古震惊19秦开山洞20烟花混迹510F HTML 21不二显道22相面饿死23化道归正24相随心变510克 HTML 25恶贯审伦26幻凤偷龙27谆告诫28次正世道29七真正果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修改转赠七真传 CC 前言原名新刊七真因果传北七真传版甲道教明善学院印赠香港元老井上路元港新村东边路106地段电话24885484版译元玄学院香港荃湾三叠潭公务欢迎修正引用复制不用声明出处改自李才吃容量180千位元组本网 http://www.ebird.net 电邮 ebird@ebird.net CC1 宋曰七个真人一本传一支心源七周转磨来磨去长春幽修来修去不二尊00目录寻找代号0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510A HTML 00A 传序卷上510B HTML 001第一回连贫困偶师小慧入梦内生指迷途002第二回万元桥真传妙道大卫村假装中风
003第3回受天诏山东度世，入地道中南藏身。004第4回谈真空孙真贵夫主，求妙道马玉访名师。005第5回马员外勤奉养师礼，王重阳经营护道财。510 CHTML。006第6回孙渊真劝夫舍家财，马文魁受路通权变。007第7回会族长马玉立舍曰，论玄公重阳传真修。008第8回论先天真仪妙理，除魔根部2法门。009第9回王重阳分身化度，孙不二愤怒守尸。010第10回讲三圣演说全真理，损面容干作丑陋人。510 HTML。011第11回降冰雹天宫护法，师妙算真人指迷。012第12回只做功声明妙理，学真道喜遇名师。013第13回散坛场学人归家去，换道庄师徒往南来。卷下。014第14回是凡心律师斥责，顺师一场秉归一。015第15回是羽化仙师归隐，宋灵救门人扶劳。510 HTML。016第16回大卫村三老叙旧，静安桥一言指迷。017第17回系喜弘妙计脱身，南浑然当真盘道。018第18回王玉阳以真复假，谈长真说古正经。019第19回论玄机四言气妙，开山洞一人勤劳。020第20回练色相烟花混机，说妙计道念纯真。510 FHTML。021第21回孙不二洛阳显道术，马丹阳关西遇友人。022第22回分蒲团大道故练情，问相法当面把人亮。023第23回化强梁改邪归正，谈治理因死的生。024第24回苦根尽相随心变，因魔起幻由人生。510克 HTML。025第25回真阳族群因退散，恶贯银河加审论。026第26回旗杆灵回天转日，施妙术幻凤偷龙。027第27回遇无人谆告诫，论修行层层做来。028第28回赐正九皇后世道，待金冠真人吟诗。029第29回受丹诏七真成正果，复瑶池群仙进蟠桃。加510 HTML。N1 直接下载全文纯文字， N2 直接下载网页含控制码， N3 修改， N4 转赠。加 00A 传序，众克七真祖师列先传序，习汉武帝为天下本无神仙，竟妖妄耳，不知堪舆之大，何所灭有？其灵于走兽，
凤凰于飞鸟，犹能出于其类。况人秉天地精英之气，富山川灵秀之才，诚能清净寂灭，不难主精炼石，即为腾云驾雾，亦可换骨脱胎。比黄石之生云，赤松之随雨，虽属荒池，而论语之言，切比老彭者，不有名震于家。余游方外数十余年，空受慈云法语，身如银痴，非无诚意正心，信实纠捉，火早交离让，12必成之客，岂聪斥谢训？3000朱雀之人，加以烽烟辩乎三秦，戾气染于两教，平宗迷定，序语难宣。虽马蹄入院之书，魔所不读，而于身心性命之源，终未有以探其旨趣。家近来十方圆化，道侣扬长，七祖精度，喜同雀跃，自携风霜，非云边护使之可比。生成金石，岂宋燕班香之能同？万缘俱尽，八垢皆空，独百回之不厌兮。舍本生莲，揽一字之莫减兮。头点顽石，于是连泉让水之地，便求善难。甚遇贤官之旁，夺言信女，窃信吕幽遁世，断简残编之改观，宴贺告成，临传郎干之病美。家愿世人照资奉行，不必嚼金玉之精液，不必服日月之精华。无劳而行，无摇而精，杳杳冥冥，安知不与化灯仙？同赴玉楼之宴也，是为序。家百分之 N1 直接下载全文纯文字。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见于菜单。3选纯文字文件，随即有一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纯文字，星号 Text 下栏，再选新建文件。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N2 直接下载网页含控制码。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见于菜单。
3选网页文件，如缺网页请看甲。随即有一新建立网页在桌面。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网页，星号 HTML 下栏，再选新建网页文件。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甲先选纯文字文件 text， 后改作网页文件 HTML。以视窗原本没显示 text 斜线 HTML 附档名，显示方法如下。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95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检视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丙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鼠选重新命名。丁新建文件 text 键入123 HTML 必须正确网页文件。显示网页控制码。一新建网页立123 HTML 转换成文字文件立123 text 或123 doc。2转换方法看甲乙丙。3双击新建纯文字文件立123 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doc 是 WordPad 或 Office 文件附档名，避免使用。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N3 修改，乱码和分拆。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直接修改很易乱码。恶意破坏，如做大量修改，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分段符%，如做少量修改，请你反白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鼠标往左移至尽头，键符，按一下。整列反白，编辑剪下或按右鼠选剪下，往新开文件贴上。修改后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往原件贴上。N4 转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请小心。注意你所用之版本，如你用新版视窗制成之磁碟片 1.4 400万位元组，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勿送给使用着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符。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本人原用95中文视窗，最近购买 XP 中文视窗。我把95至磁碟片和重写光碟往 XP 修改，返回95使用时。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
盖此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包拯在那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7真传510 bhtml 第一回连贫困偶师小慧，入梦内生指迷途。第二回万元桥真传妙道，大卫村假装中风。第三回受天照山东杜氏，入地道中南藏身。第四回谈真空孙真为夫主，求妙道马玉访名师。第五回马员外勤奉养失礼，王重阳经营护道财。新刊7真因果传卷上001第一回连贫困偶师小慧，入梦内生指迷途。第一回连贫困偶师侧影，入梦内明指前程。行善当从实处行，莫辜虚欲图声名。虚名虚欲成何用？反惹穷人说不平。这几句言语讲的行善要有实事，若只图做得好看，欲人知晓，即是孤虚名也。有其名而无其实，只在闹热处作趣，那疾苦极穷之人，有不能备其责者众也。虽费了许多银钱，毕竟未曾做到正经善事。既做不到正经善事，有当面错过之叹。习言宋之末，陕西咸阳县有个大卫村，村内有100余家人，户多一半姓王，也算得一大族。这王族内有个居孀的妇人，年40余，膝下有一男一女，也曾男婚女嫁。因这双妇心性慈善，见了别人的小男细女，当成自己生的一样，不住而长女短的狂哄他们那些小娃子，但啼哭便要喊妈，他就随口答应，故此人人都呼她为王妈妈。这王妈妈家颇丰厚，平生也爱做善事，最喜佛道2门，常好斋僧布道，拜佛看经，人人都说她行善，就有许多僧道登门抄话，又有若干贫穷来村乞讨，或多或少，他也随时周济。那年残冬之际，天降大雪，王妈妈站立门首，见2个乞丐从雪地走来，求其周济。王妈妈则已不去雍宫度日，而来沿门乞讨，非好吃而懒做，必有手艺贪闲，那有许多闲茶，空饭侍奉你们。话未说完，有僧道数人前来募话，王妈妈给予钱米。僧道去后，二丐问曰：善婆婆，喜施僧道，不计贫寒，其故何也？王妈妈曰：非我喜施僧道，僧能念经，道能修行。我虽然不施，
他们一点钱米，僧可与我消灾，道可与我延寿。若周济你们，有何益哉？不过在我们上喊的热闹，喊本座左口右喊。二盖曰：施恩不忘报，忘报非施恩。你今略给一盏米，略施几文钱，遂欲消灾延寿，岂不谬乎？说毕而去。布道斋僧结善缘，贫穷孤苦亦堪怜。只施僧道不怜苦，施却善功第一先。且说二盖见王妈妈不肯周济，只得往前行。不数步来在一个朱漆楼门，大喊了一声爷爷，求周济。少时里面出来一人，这人生的面赤须长，神清气爽，有容人之量，豪侠之风，年纪不过40上下。其人姓王名哲，哲本作3级，字之，名号德胜。幼年曾读诗书，功名不久，遂弃文习武，得中五魁，升为孝廉。这日天降大雪，十分寒冷，同妻子周氏、儿子秋郎在堂前围炉烤火，忽听得门外喊叫：爷爷求周济。王武举闻此，言甚蹊跷，出外来瞧得见二乞丐站立门口。王武举问他到底是求爷爷周济，或是爷爷求周济？丐者答曰：话不可详，详必生疑。王武举见他言之有理，遂不复问。其时风大雪景，雪随风舞，满天梨花纷纷坠地，山绝鸟迹，路断人踪。王武举见二盖，一指一层，怎当此严寒？忽起恻隐之心，对二盖者曰：那些闲话不提，这般大雪，如何走得？我们楼侧边有间空房，房内堆有乱草，可以坐卧。二位何不请到里头避一避雪？二盖者答以最好。王武举即将空房打开，二盖者入内期止。王武举转回厅堂，使家童玉娃多了些饭食出来，与二盖吃。几人仗义能疏财，肯把贫穷请进来。只有当年王武举生平慷慨广培灾。二盖者在王武举家内住了2日，天使晴明，意欲告辞要走，只见王武举走进来，后娘随着玉娃捧来酒食。武举对二位乞丐曰：余下连日有事，少来奉陪，今日闲暇，欲与二位同饮一杯，叙叙寒温可乎？二盖连声称妙。王武举即叫玉娃摆下杯筷，二乞丐更不逊让，也不言谢，
竟自吃起来，顷刻连进2壶。王武举又叫玉娃添酒上来，二盖好饮之际，王武举曰：二位难友，姓甚名谁？平生会做些什么生理？盖者答曰：咱二人并不会做啥，舍本座上意下目下同。他叫金仲，我叫吴兴昌。王武举曰：我意欲与二位奏点资本，做个小生意，度活日时，岂不强于乞讨？未知二位意下如何？武举话毕，金仲摆手儿，口中说道：不妙不妙，我生平散淡惯了，不能做此半手半脚之事。王武举见金仲如此说，知他不肯做生理，又问吴兴昌曰：金兄既不能做此小生意以过日时，为时吴兄肯做此否？吴兴昌曰：我之散淡，更有甚焉。常闻家鸡有时汤锅尽，野鹤无良刃高飞。苦向迎头求为利，此生焉能得逍遥？王武举叹曰：闻二位之言，足见高峰。然而如今世道，重的是衣冠，喜的是银钱。若二位这样清淡，谁能食之？吴兴昌曰：我等是不求人知者，欲求人知，亦不落于乞讨也。王武举听他言语超群，也不再言，即命玉娃收拾杯盘，痛入内去。到了次日，二盖告辞起身，王武举送出村外，犹恋恋不舍，又往前送了几步，猛见一座桥梁当路。王武举暗想村之前后，原无桥梁，回头望大卫村，却在以为之中，不甚明白。正在疑惑之际，吴兴昌叫曰：孝廉公快来！王武举掉头看时，见二人坐在桥头。金仲拍手歌曰：钱财俱复散，衣冠终久坏，怎如我二人，直身于世外，不欠国家粮，不少儿女债，不说好何歹，不言兴何败，不与世俗交，免得惹人怪。一件破纳袄，年年身上载，烂了又重补，洗尽太阳晒，白日遮身体，晚来当铺盖。不怕贼来偷，也无小人爱，常存凌云志，一心由上界。若人知我意，必要低头拜。我有无穷理，使他千年在，惜乎人不识，以恩反为害。家王孝廉屈步上桥。吴兴昌曰：孝廉远送，当愁已久。说罢即于袖中取出一小锡瓶，上覆酒杯，
取而珍之，满注佳酿。帝与孝廉、王五举接过手来，一饮而尽，连饮3杯，醉倒桥上，昏昏欲睡。忽见吴兴昌走过来，一手拉起，说是休睡休睡，可同我们去观一观景致。王孝廉醉态朦胧，随着吴兴昌行步数步，见一座高山峻极，躺在路前。王孝廉惊曰：如此高山，怎得上去？金仲曰：跟我的道来，自可上升。王孝廉果然跟着他走去，毫不费力，顷刻走上山顶。见顶上甚是平坦，有一个大池，满注清水，水内开放7朵金色莲花，花带如盘，鲜丽非常。王孝廉心甚爱慕，连声赞曰：好莲花，好莲花，怎能摘朵与我？孝廉话未说完，只见吴兴昌跳入池中，将7朵金色莲花一齐摘来，交与王孝廉，曰：一并与你，要好好护持这7朵莲花。有7位主者，丘刘谭马好王孙氏也。此7人与汝有师徒之分，他日相遇，尚未开化，方不负我负汝莲花之意也。王孝廉将莲花接过来，抱在怀中，即欲归家。临行又问吴兴昌：几时再会？吴兴昌曰：会其远不远，只在2个3。人从离处遇，桥边了万元。王孝廉听罢，一步下山，忽被路旁隔藤一绊，一跤跌下山去，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正是莫说上来远不易，须知下去更为难。002第2回万元桥真传妙道，大卫村假装中风。第2回万元桥吕祖清传道，大卫村孝廉假中风。了雾犹如夜的灯，无窗暗室忽光明。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时度此生？话说王孝廉抱着7朵莲花，一步下山，忽被隔藤将脚一绊，跌了一跤，猛然惊醒，万象皆空，却是一梦。睁看时，却在自己家中书房内卧着，见儿子秋郎站立在侧边。王孝廉咳了一声嗽，秋郎听见，喊道：爹爹醒来了，爹爹醒来了。这一声喊叫，惊动了周娘子，忙来探问，说相不久醒来磨。王孝廉曰：好奇怪，好怪奇。周娘子曰：是皆出于字谜，
有何奇怪？王孝廉曰：卑人明明送客出去，为何还在家中？周娘子答曰：官人太放荡了，你昨日送二乞丐出去，半日不归，这人探望几遍，渺无踪影，是我放心不下，央二叔王茂同玉娃前去寻你，20余里之外，见你倒卧桥上，醺醺大醉，人事不审，故车将你送回家来，睡了1日1夜，今才醒转。官人从今复当自尊重，酒要少饮，事要正位，来历不明之人，休要交游。你今受了朝廷顶戴，乃乡人之所敬仰，若倒卧荒郊，成何体面？岂不自失威仪，而取笑于乡人也？王孝廉起而谢曰：娘子要实之言，卑人敢不铭心刻骨。我想昨日那2个难友，定是2位神仙。周娘子说：明明是2个乞丐，怎么说是2位神仙？王孝廉曰：听其言辞，观其动静，所以知其必仙也。周娘子问道：他讲了些什么言语？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一点像个神仙？王孝廉遂将方奏他资本，他如何推却？次日送他行步数步，就有20余里远。如何作歌？如何赠酒？与其上山摘莲，临行之言，从头一一对周娘子说了一遍。又曰：我才饮他3杯，便醉了1日1夜，种种怪异，若非神仙，焉有此奇事？周娘子言曰：常听人讲，世间有等歹人，有缩的之法，略一举步，便在10里之外，1日可行千里，又以迷药入酒中，待在身旁，见一孤伤毒假，即取酒劝之，饮酒一沾唇，便昏迷，不醒。他却到人营前，包人衣衫，到你醒来之时，无处寻觅。若不慎之于前，终必悔之于后也。周娘子话毕，王孝廉自思，娘子终是女流，若与她分辨，定然说不清白，不如顺他意儿，了局此事。便随口答曰：娘子之言是也，卑人仅当实之。娘子退后，王孝廉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房，思想经中吴兴昌之言，翻来覆去，莫会其理。如此多日，忽然醒悟，经中2字，合拢来是个中字。吴兴昌作吴兴昌，昌字吴兴是个吕字，
明明是中吕二仙前来渡我今无缘，当面错过，越想越像，不觉失声叹曰：惜哉惜哉！猛又想起临别之言，会其远不远，只在2个3，人从离处遇，桥边了万元。不远者，必主于近也；2个3，必3月3也。离处遇之来处，必于去处寻之。了万元者，言万法皆归之意。想到此，不觉心生欢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瞬息之间，残冬已尽，新春又来。一年气象一年新，万会真言又一春。少小儿童皆长大，看看又是白头人。且说王孝廉过了新年，一混就是3月，到了初3日，私自离了家庭，还由旧路而至桥前，等候多时，不见到来，莫想形象，心甚沉切，站立桥头，东张西望，忽闻背后有人呼曰：孝廉公来贺早也。王孝廉回头一看，正是去年那2位难友，忙上前拉着那袄说：2位大仙一去，可不想煞弟子。吴兴昌同金虫到桥头坐下，王孝廉双膝跪在面前说：弟子王哲，肉眼凡胎，不识上仙下降，多有亵渎，妄起摄诱。今日重睹仙言，真乃3生有幸，愿求指示迷途，使登绝路。弟子感恩不浅。说罢，只是叩头，只见2人呵呵大笑，口内金光流露，灿人眼目。俯仰之间，2人改变形容。左边一人，头挽双髻，身披长衣，面如重枣，目似朗星，一步长髯垂胸前，几匹鹅毛扇在手中。右边一人，头戴9两巾，身穿黄道袍，面如满月，眼光摄人，须飘5、6，剑摆一口，果是钟离老祖与吕祖纯阳。王孝廉跪拜，低头不敢注视。吕祖曰：上古人心朴实，风俗良淳，受道者先受以法术为身，而后传以玄功成真。今时世道交离，人心不古，若先受以法术，必反误其身，故先传以玄功，不假法术而身自安，不用变化而道自成。道成万法皆通，不求法术而法术自得也，是谓全真之教。即说全真妙理，曰：所谓全真者，
纯真不假之意也。人谁无真心？一转便飞了。人谁无真意？一砸便亡了。人谁无真情？一偏便差了。初心为真，变幻即为假心；始意为真，计较即为假意；至情为真，乖戾即为假情。所谓初心者，即固有之心也；所谓始意者，即正照之意也；所谓至情者，即本性之情也。心中有真意真情，情中方见真心真意。由真心发而为真意，由真意发而为真情。是情即自然景象，无实非天机之成漏。然则人可不真哉？人不真心，即无真意；无真意即无真情。常见修道之士，动则思念迭起，念之思即心不真处，静则欲念相寻，念在欲即心不真处，思欲不绝，发或全无真意，或半真半假，即半真半假计，正天人相成之时，是意也。情之所不能掩也。验真道先验真情，验真情即可知心真与未真，知意真与未真。故修真之道，必以意识，意诚心意诚，即心所发之情意诚意。诚思真也，诚若不真，见之于言，则言不由衷，非真言也。见之于行，则行不率性，非真行也。修之者，修去心外之心，意外之意，情外之情。当于举念发言时，提起天良，放下人心，不许一二其心，混杂其意，误用其意，方为真心真意真情，一毫不假，即是真道。真道变行，故谓之全真也。加吕祖将全真之理说与王孝廉毕，又授以炼己筑基，安奴立鼎，采药还丹，火候抽天，一切功功。王孝廉再拜受教，吕祖又曰：汝成道之后，速往山东，以度七真。七真者，乃囊袭、往袭所言七朵金莲之主者也。吕祖叮咛已毕，即与钟老祖将身一纵，遍地金光，疏忽不见。王孝廉望空拜谢，拜毕，犹瞻仰空中，莫想先容。只见王茂同玉娃走来说：我们奉娘子之命，前来找寻家爷，故宜在此。经过的玉，速请归家免悬望。孝廉乃缓缓而行，一路默记吕祖所传之道。归得家来，不住内室，进到舒室坐下。周娘子听说丈夫归家，
即来看问，见孝廉不言不语，若有所思的样儿。娘子看罢，即劝丈夫曰：官人屡次亲身出外，常使妾身担忧，只恐有变品行，取笑于乡人。官人屡不听劝，如何是好？王孝廉正默想玄宫，连周娘子进来，他都不晓得，那里听他说甚话来，直到沙尾，幸听见周娘子说如何是好，他也摸不着头脑，随口答曰：怎么如何是好，如何是不好？娘子见他言语说不上理路，遂不再言，各自退去。王孝廉心中自忖，这般扰人，焉能做得成功？悟得了道，若不设个法儿，断绝尘缘，终身不能解脱。低头想了一回，想出一条路来，除非假装中风不语，方能绝这些牵缠。想罢，即做成那痴呆的样儿，见有人来，故作呻吟之状，又不归内室去，就在书屋凉床上卧下。周娘子睹此情形，忧心不暇，一日即便来问，只见他口内唧唧哝哝，说话不明，声声唤唤，摆头不已。周娘子无可奈何，即使玉娃去请几位与他平日之交的人来，陪他闲谈，看是什么缘故。这几位朋友都是王孝廉素所敬爱，一请便来。当下进的书屋，齐声问曰：孝廉公可好么？王孝廉将头摇了几摇，把方手摆了几摆，口里哩哩啦啦，说不出话来，只是叹气。几位朋友见他说不出话，一味呻吟，知是有病，却不知害的啥病。有个年长的人说，我观孝廉公像个中风不语的毛病，不知是语不是。我们村东头有个张海清先生，是一位名医，可着人去请，他来诊一诊脉，便知端地。周娘子在门外听得此言，即命玉娃去请先生，不一时将先生请到。众友人一齐站起身来，让先生入内坐下，将孝廉情状情由对他讲说。张海清即来与王孝廉看脉，两手诊毕，并无病脉，只得依着众人口风说，果然是个中风不语的病症，只要多吃几副药，保管痊愈。说罢，即提笔写了几味药料，
不知一的好一不好，且听下回分解。正是只愿五举原无病，非是先生医不明。003第3回受天诏山东度士，入地道中南藏身，世态炎凉无比伦，真名夺利满红尘。众生好度人难度，愿度众生不度人。话说望孝廉原是无病之人，不过装成有病，欲杜绝缠扰，好悟玄功。这张海清先生如何知道他这个身心？故左诊右诊，诊不出他是啥病，只得随着众人口气说，当真是个中风不语病的毛病，即所治病，开了一张药单，无非是川芎3钱，防风半两，开毕，即同众人谈了几句闲话，喝了一杯香茶，随即收了谢礼，各自去了。先生走后，众朋友亦与王武举作别说，孝廉公保重些，我们去了，改日再来看你。王武举把头点了一点，众友各自走了。周娘子见客走后，即叫儿子秋郎同玉娃到西村里药铺，将药办回，用罐子熬好，罐本做左金右罐下铜，倾在碗内，使秋郎双手捧到书屋内来，才叫一声阿爹用药。只见父亲圆睁双目，狠狠地跌了一脚，吓得秋郎连忙把碗放下，跑出外去。二次使他再不肯来。秋郎去后，王孝廉暗将药倾在僻静处，从此以后，只有玉娃进进出出，端茶递水。至于使女仆妇，不敢到他门前，他若看见，便捶胸跌脚，轮金箍眼，甜恨不了，故此都不敢来。就是周娘子念在夫妻之情，进来看他，他也不愿。自他假作中风之后，内外事务都是娘子一人料理，也无空闲常来问他。凡亲戚朋友来看望他2次，见他如此模样，也不再来。因此人人讲说，好一个王武举，可惜得了坏病。只这一句话，把他撇在冷落地方，清清静静，独自一人在书屋内，悟道修真，修行打坐，如此12年，大丹成就。家7位蓬莱子为伴，可饮茶汤鸡餐饭，看来与人是一样。谁晓他再把道办，12年功圆满，阳神顶上来出现。世上多少修行人，谁能舍得这样干？家
且说王武举孝廉在家修成大道，能出阳神，分身变化，自己取了一个道号，名曰重阳。这王重阳那夜书屋打坐，正在一念不生，万籁俱寂之时，猛听得虚空中呼曰：王重阳速上云端接召。其声彻耳，重阳忙纵上虚空，见太白星站立云端，口称欲召下。王重阳跪听宣读，诏曰：念尔重阳苦志修行，12载，毫无过失，今则道果圆满，特封尔为开化真人，速往山东度世，早使妻真上身。功成之后，令加封赠，尔其轻哉。今新读诏已毕，重阳再拜谢恩，然后与太白星君见礼。星君曰：真人速往山东度世，勿谓劳苦，有负地心。他日蟠桃会上相见，再来叙谈。星君说罢，自回天宫。重阳人归书屋打坐。那日晨早，玉娃送水来进面，推门不开，急忙报与主母知道。周娘子痛着2个使女来到书房门外，嫩般喊叫，门总不开，以为孝廉必死，遂将门拗脱，走进书屋，并不见人。周娘子又惊又慌，即命人四下找寻，全无踪影。周娘子大哭，惊动村里的人齐来看问。玉娃即将缘由对村人说之，众人皆曰：这就奇怪，门又拴着，人不见了，难道深屋越壁不成？于是境内一望，并未办一砖一瓦，又分几路找寻，并无下落。内中有个通讲究的人说：你们不用去寻，我看王孝廉那个样儿，定然成了神仙。众村人齐问曰：怎见得他成了神仙？那人曰：他在这书房内坐了12年，未曾移动一步，托名中风，实为绝尘。我常见他红光满面，眼内神光摄人，不是神仙，焉能如此？众人闻言半信半疑，齐声言道：敢这说他成了仙，驾云上天去了。周娘子闻言，方减悲哀，众人各自散去。这且不提。又表王重阳，那日在书屋借图遁，离了大卫村，望山东而来，走了数千里地，并无什么蹊跸，只遇着2个人。你说那2个人，一个为民之人，一个为利之人，除这2等人外，再无别样人物。
王重阳见无可渡之人，人回陕西，行到终南山之下，见一土山，年亘100里，清幽可爱，不如用各刻土之法，遁入土之深处，潜伏埋藏。在待世上有了修行人，那时出来度他，也不为迟。于是念诀念咒，遁入土内，约半个时辰，已到极深之处，有个穴道，仅可容身，遂入穴内，以折其形，服气调息，以存其命。许大干坤指2人，一名一力转流轮，七真未时从何渡？土内折身待后因。且说王重阳土内折身，不知天日，似乎将近半年，猛听得哗啦啦一声，如天崩地裂之势，将土穴震开一条缝，透进亮来，上脑金光闪烁，知是师尊驾到。王重阳大吃一惊，慌忙纵上地列，果见中女2仙，共坐土台。王重阳俯伏在地，不敢仰视。吕祖笑曰：别人修道上天堂，你今修道入的府，看来你的功成语别人迥异，上为天心，下被失意，有如是之先乎？重阳稽首谢罪，曰：非弟子敢违天意，而被师训，失经山东原，无可渡之人，故暂未潜藏，以待世上出了修行之人，再去度他，不迟。吕祖曰：修行之人，何处无知？只是你不肯用心访查，故不可的也。譬如你当初，何曾有心学道？非同祖师屡次前来点化，你终身不过一笑脸而已，安得成此大罗金仙？汝今苟图安然，不肯精进，遂为天下无人可渡，岂不谬哉？汝能以无度之法，转度于人，则天下无不可渡之人，其无3罪。岳阳人不识，轻身飞过洞庭湖，以为是无可渡者，即北返辽阳，见金国丞相有可渡之风，于是亲自指点，丞相急，解印归山，修成大道，自号海禅。刘海禅笑无南游，他又渡张子阳，张子阳又渡石信陵，石树林又渡薛道光，薛道光又渡陈志虚，陈志虚又渡白子卿，白子卿又渡刘永年、彭鹤龄。此7人俱皆正果，是南七真也。当时吾以为无人可渡，谁知他又渡了许多人，
天下之大，四海之阔，妙理无穷，智人不少，岂有无人可度之理？今又北七真，秋流弹马好王孙，屡次叮咛，汝不去度，岂汝之力？不及海蟾，非不及也，原汝畏难之心，故不及矣。吕祖说罢，重阳顿开茅塞，惶恐谢罪，汗流浃脊。钟离老祖叫他起来，站立傍边，告曰：非是汝师尊再三叮咛，只因蟠桃会期在耳近，要照天下修行了道真仙，共赴此会。这蟠桃产于昆仑山，1000年开花，1000年结子，1000年成熟，总共3000年，方得完全。其桃带如巴豆，红如烈火，吃一颗，能活1000岁。西王母不忍独享，欲与天下仙佛神圣共之，故设一会，名曰群仙大会。每一会要来些新修成的神仙，会上方有光彩。若只是旧时那些仙真，遂为天下无修行学道之人，王母便有不乐之意。上古时，每一会的新晋真仙1000余人，中古时的新晋真仙数百余人，直资下士量无多人，故嘱咐汝早度七真，共赴蟠桃，欲会上壮仪壮威，添一添光彩。目下蟠桃将熟，汝若迁延日时，错此机缘，又要待3000年，方可赴会，可不惜哉？这一些言语说得透透彻彻。重阳真人富贵而言曰：弟子今闻祖师之言，如梦初醒，今愿重到山东度化，望祖师指示前程。钟离老祖曰：得觅人愁，汝必在愁人觅的之中，混迹同尘，现身说法，自有人来寻你，你却从中开导，大功可成。此去，遇海则流，遇马而兴，遇丘而止。钟离老祖说毕，即同吕祖乘云而去。王重阳复向山东而来，一日游到一个县分，名曰宁海，乃山东登州府所管。重阳真人忆祖师之言，遇海则流，莫非应在此处，就在此的停留，手提一个铁罐，假意乞讨为名，如吕祖昔日度他之样，以度于人，不知度得来否？且看下回分解。正是混迹同尘待时至，时来到果自然成。家
004第4回谈真空孙真贵夫主，求妙道马玉访名师。第4回谈真空孙氏贵夫主，求大道马玉访名师。家天夜空的夜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坠为谁供？天也空的夜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潮走西，暮走东，人生犹如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话说望重阳来到山东登州府宁海县，假意起化为民，时欲探访修行之人。这且不提，又说宁海西北有个马家庄，庄内有个马员外，名誉是个单名，父母弃世的早，又无弟无兄，独自一人，娶妻孙氏，小名渊真。这孙渊真容貌端庄，心性幽静，且能识字观书，追古穷今，不爱捉针弄线，挑花绣朵。虽是女流身份，却有男子气概。大凡马员外有不决断的事情，必来咨问，只在孙渊真一言半语顿决疑惑，所以他两口儿相敬如宾，情同师友，只是一种憾事。膝下并无一男半女，看看已到中年，迅速光阴不可留，年年只见水东流。不幸是把青林照，昔日朱颜金白头。这几句诗是讲的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载少年。这马员外夫妻看看年近40，膝下无儿。马员外那日对孙渊真说道：我二人离40岁不远，膝下乏似无后，这万贯家财也不知落于何人之手。孙渊真曰：三皇治世久，武帝建大功，尧舜相依训，禹书九合通，陈汤聘伊尹，文王访太公，武霸斩谋略，七雄使心凶，嬴秦吞6国，楚汉两争雄，吴魏争汉鼎，刘备请卧龙，东晋与西晋，事业杳无踪，南魏与北魏，江山属朦胧。唐宋到于今，许多富贵翁，试问人何在？总是一场空。自古及今，数万余年，帝王将相，几千余人，到头尽空，转眼皆虚。你我夫妻，把前后的事一齐付之于空，只当天下莫得我们这一家父母
未生我二人。马玉闻言笑曰：别人虽空，犹有苗裔，我们只一空，连根都空断了。孙渊真曰：空道无根，是谓太空，空道即实谓太空，无筋无骨似鸿蒙。若人实的太空里，真到灵山赌大雄。孙渊真又曰：若说有子无子，有子也空，无子也空。文王当年有百子之说，于今有几个姓姬的人？谁是他万代子孙？有几人与他挂扫坟台？又相传张公亦有9男2女，郭子仪7子8婿，窦燕山5贵连芳，刘元溥双恶竞秀。此数人皆中司衍庆，子嗣繁盛者也。如今有几个儿孙在那里，依然凄风冷雨，荒台古木，愁云满天，蓬蒿遍地，岂不是有魔都归于空也？孤坟累累，难道尽是伐嗣之人？家臣郁郁，未必定有儿孙之辈。我想人生在世，数十年光景，只在须臾之间，好比石火电光，随起随灭，又如梦幻泡影，非实非真。大厦千间，不过夜眠7尺，良田万顷，无非日食3餐。空有许多美味珍馐，枉自无数绫罗绸缎。转眼之间，无常来到，瞬息之内，万事皆休，丢下许多荣华，不能享受。枉有无数金钱，难买生死，枉自变人一场。经营世故日茫茫，错认迷途是本乡。古往今来皆不在，无非借尽混时光。孙渊真又对马员外曰：我们于空所空之处，寻一个时而又时的事情，做一番不生不灭的功夫，学一个长生不死之法。马员外曰：娘子妄言了，自古有生必有死，那有长生不死之理？从来有始必有终，那有久坐不息之事？孙渊真曰：妾常看道书，有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使真性长存，灵光不灭，即是长生之道。若学得此道，必那有儿女的人更强100倍。马员外曰：话虽这样讲，今又如何能使之化气？气又如何能使之化神？神又如何能使之还虚？怎的真性长存？焉能灵光不灭？孙渊真说：你要参拜师父，方能得此妙理。马玉曰：我便拜你为师，你可传我功夫。渊真曰：妾乃女流之辈，
不过略识的几个字，看过2本书，焉能解悟妙理？若要真心学道，离不得参访名师。马员外曰：参师访友是我生平所好，但修道之人要有根基，若无根基，成不了仙，做不了佛，所以我自量根基浅薄，再不言。修道2字也。孙渊真曰：夫君之言差矣，但在世上辨人，俱是有根基，若无根基，焉得辨人？不过深浅之不同耳。根基浅者6根不全，或眼失于明，耳失于聪，手缺脚跛本作左足右败，吃聋按哑，鳏寡孤独，贫穷下贱，此根基之浅者也。至于根基深者，或贵位天子，富有4海，或尊居宰府而管万民，或身为官宦，声名显耀，或家道丰裕，乐享田园，6根完好，耳目聪明，心性慈良，义气和平，此根基之深者也。家，世间所重者富贵，这富贵之人，又比那寻常之人，根基分外深厚。若再做些济人利物的事儿，越把根基培大了，成仙成佛，成圣成贤，俱可成也。所以说根基要随时培补，不可以为一定是前生带来的。若果是前生带来，又何愁来生带不去？譬如蔚山，越累越大，越累越高。休说我们无根基，若无根基，焉能受享这偌大家园？以及乎奴使婢，亦乎百诺。如此看来，也算大有根基之人也。马员外本是好道之人，不过一时迷昧，今闻孙娘子剖析分明，义理清楚，恍然大悟，即站起身来谢曰：多承娘子指示，使我顿开茅塞，但不知这师父又到何处去访。孙渊真曰：这却不难，我常见一位老人，手扶竹杖，提个铁罐，神气清爽，眼光摄人，红光满面，在我们这里团转奇话，很有几年，容颜转少，不见衰老。我看此人定然有道，待他来时，皆在家中供奉于他，慢慢叩求妙理。马员外曰：我们若大家务，应该做些敬老怜贫的事，管他有道无道，且将他接在家中，供奉他一辈子，他也吃不了好些，穿不了许多，
我明日便去访问如何？孙渊真曰：早修一日道，早解脱一日，事不可迟。丢下马员外夫妻之言。加又说王重阳自到宁海县，一混几年，此时将玄宫做到今为之地，活泼之处，能知过去未来之事，鬼神不测之机，神通具足，智慧元明，便晓得度七真，要从马员外夫妻起头，正合柱中李老祖欲马而心之言，故去来，宗在这团转其话，离马家庄不远，如此数年，也曾见过马员外几回，知他大有德行，也曾见过孙渊真2次，知他大有智慧，欲将他2人开示一开示。又道：一不叩门，道不轻传，非该他低头来求，至心叩问，方可言也。因他在这团转起话多年，个个俱认得他，都以为是远方来的孤老贫穷无靠之人，在此求吃，谁晓得是神仙？那时他是真人，偏偏出了这一个孙渊真，是天下奇女，盖是一人，又生了这一双认得好人的眼睛，就认得那贫穷无靠的孤老是位真仙，对丈夫说了，要接他到家中供养求道，遂使七真陆续而进。论七真修行之功，要推孙渊真为帝，状元及弟弟者首也。生辰智慧远非常，识得神仙到此方，不是渊真眼力好，七真宗派怎流芳？加话说，马员外听了妻子孙渊真之言，即出外对看守庄门的人说：若见那提铁罐的老人到此，即速报与我知。这看门的人连声答应。那一日马员外正在厅上坐着，忽见守门之人前来报道，那提铁罐的老人来了。马员外闻言，即出庄来迎接。这也是王重阳老先生的道运来了，正应着钟离老祖所说，自有人来寻你之言，但不知马员外来接先生又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正是神仙也要等时来，时运不来到不行。005第5回马员外勤奉养失礼，王重阳金银护道财。仙佛圣贤指此心，何须泥塑与庄金？世间点烛烧香者，孝道慈悲观世音。这4句话讲的是成仙成佛成圣贤，都在这心内用功夫，心正而身亦正，所行之事亦正，
心邪而生亦邪，所行之事亦邪。故修行之人，必先正其心而后成其意。盖心不正而意不成，意不成，妄念百端，永失真道。古人有诗云：妄念一生神即迁，神迁六贼乱心田。心田一乱身无主，六道轮回在目前。又曰：六道轮回说不完，畜生恶鬼苦千般。劝君勿起妄贪念，一失人生万劫难。一失本作一劫，所以说先佛圣贤指此心。此心不可不正，此意不可不成。若不正心成意，徒以塑像装金，烧香点烛，有何益哉？孝道观世音者，孝世人不能正心成意，而讲修行，徒以烧香点烛而邀福泽，是不知此心之妙也，故发笑耳。加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又说马员外听说提罐的老人来了，急忙出外接着，拜请老人家到家内。那老人随着他来到厅上，径自坐在椅儿上，大模大样，气昂昂地问曰：你叫我进来有何话言？马员外曰：我见你老人家偌大年纪，终日乞讨甚是费力，不如就在我家内住下，我情愿供养于你。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话未说完，那老人勃然变色说道：我是乞讨惯了的，不吃你那无名之食。马员外见老人变脸变色，不敢再言，抽身境内，对孙渊真说：那提铁罐的老人被我请在家内，我说要供养他，他言不吃我无名之食，眼见是不肯留之意，因此来问你，看你怎样安顿。孙渊真闻言笑曰：岂不闻君子谋道不谋食，小人谋食不谋道。你见面便以供养许他，是以饮食诱之也。君子岂可以饮食诱之乎？是你出言有失，话不投机，待我出去，只要3言2语，管教老人安然住下，非是先生不肯留，只因言语未相投。渊真此去通权变，管教老人自点头。且说孙渊真来到厅前，见了老人，拜了一拜，道了个万福。只见那老人笑曰：我乃乞讨之人，有何福可称？孙渊真曰：你老人家无挂无碍，逍遥自在，岂不是福耶？不忧不愁，清净无畏，岂不是福耶？这尘世上许多富贵之家，名利之人，终日劳心，
多忧多虑，妻恩子爱，无休无息。虽曰有福，其实未能受享，徒有虚名而已。怎似你老人家享的真福？那老人闻言，哈哈大笑曰：你既知道逍遥自在是福，清净无畏是福，怎不学逍遥自在？怎不学清净无畏？孙渊真曰：非不学也，不得其法也。欲逍遥而不得逍遥，欲清净而不得清净。那老人曰：只要你肯学，我不妨教你。孙渊真曰：既你老人家肯发心教我们后花园内有座邀月轩，甚是清净，请你老人家到里面住下，我们好来学习。老人点头应允，说话同击鼓惊道：先生今日遇知音。知音说与知音听，彼此原来一样心。且说老人闻渊真之言，心中甚喜，点头应允。马员外即叫家人，马兴将后花园邀月轩打整洁净，安设床帐被褥，桌椅板凳，一应俱齐，即请老人入内安身，又拨一个家童，名叫真娃，多茶递水，早晚送板。又说马员外对孙渊真曰：我们同那老人讲了半日话，未知他姓名，我去问来。孙娘子说：大恩不谢，大德不明，只可以礼相遇，何必定之？其名只呼为老先生，便是通称。马员外不信，定要去问。孙渊真拦挡不住，只得由他去问。马员外来到后花园邀月轩，见老人在榻上打坐，马员外走拢跟前，说是敢问你老人家高姓尊名，家住何方，为甚到此？一连问了几遍，老人圆睁双目，高声答曰：我叫重阳，家住陕西，千里不辞劳苦，为汝到这里。马员外闻言吃了一惊，说道：老先生原来为我才到这里。王重阳拍手大笑曰：咱正是为你才到这里。马员外又问：老先生为我到这里，到底为何？王重阳曰：到这里为你那万贯家财。马员外听了这句话，又好笑，又好气，老着嘴脸，抵他一句说：你为我这万贯家财，难道说你想要吗？王重阳答曰：我不要，我便不来。这两句回言，气得马员外面色如土色，即自出去。先生说话令人惊，世上未闻这事情，
平白要人财与产，其中道理实难明。且说马员外出了邀月轩，边走边想，自言自语：这老儿好莫来头，动不动便想别人的家财，亏他说出唇来，连小孩子都不如。还有什么道德？回到上房坐下，默默不语。孙渊真见他脸色不对，必定又受了那老人的话，遂笑而言曰：我叫你莫去问，你却不信，定要去问，总是你问的不合理。被老先生言语冲突了，需要放大量些，不要学那小家子见识。马员外闻渊真之言，颜色稍和，遂对渊真曰：我想那老儿是有德行的人，谁知是一个贪财鬼。孙渊真问道：怎见得他是贪财之人？马员外便把王重阳要家财之言说了一遍。孙渊真听毕说道：王老先生要你家财，必有缘故，你怎不问个明白？常言道：千年田地800主，这财产是天地至公之物，不过假手于人，会用的受享几十年，或几辈人；不会用的，如雨打残花，风卷残云，随到手随就化散了，又到别人手里。所以说财为天下公物，轮流更转，周流不息，贫的又富，而知富的又贫。那有百世的主人翁，千年的看财奴，万贯家财何足夸？谁能保守永无差？财为天下至公物，岂可千年守着他家？且说孙渊真劝丈夫马玉曰：王老先生要我们这家财，必有原因，只要他说的合理，无妨相送于他。况且我们无儿无女，这家财终要落里别人手里。话未说完，马员外笑曰：娘子说得好容易，我先被祖人从陕西搬到山东，受尽千辛万苦，挣下这一分家产，我虽不才，不敢把祖宗的苦功血汗白送与人。况且我们夫妻才半世年纪，若将家财舍与别人，我们这下半世又如何度日？又吃啥穿啥？岂不误了大事？孙渊真曰：枉自你是个男儿汉，却这般没见识。我们把家财送与他，是求他长生之道。既有了道，便修成了神仙。要这家财何用？又曰：一子成仙，九祖超生，怎么对不起先祖？对不起本座对不过。
看来这一个道字，比你万贯家财值价多，金银财宝等恒河，不及道公值价多。财宝虽多终用尽，道公万古不消磨。且说马外听了孙渊真之言，说道：娘子之言，非谓不美。倘若修不成仙，岂不画虎不成反类犬？孙渊真曰：人要有恒心，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何况学神仙？乎！有志者事竟成，无志者终不久。只在有恒无恒，有志无志。常言，神仙本是凡人作，只怕凡人心不专。只要专心专意做去，自然如求如愿得来。历代仙佛，那一个不是？凡人修成，难道生下地来，便是神仙魔？马员外闻言，点头称善。到了次日，道邀月轩来见王重阳，说道：老先生昨日说要我这分家财，但不知老先生要这些钱财以作何用？重阳先生正色而言曰：我意欲广招天下修行悟道之士，在此修行办道，将你这些钱财拿来拿同拿，与他们养义养性，护一护道，使他们外魔所累，内有所养，来时安安乐乐，去时欢欢喜喜。重阳先生将这真情对马员外说了。马员外闻听此言，心中方才悦服，但不知把家财舍与不舍，且听下回分解。正是能作舍己从人事，方算超凡大圣人。100%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7真传510 CHTML 第6回孙渊真劝夫舍家财，马文魁受禄通权变。第7回会组长马玉立舍曰：论玄公重阳传真修。第8回论先天真仪妙理，除魔根部2法门。第9回王重阳分身化度，孙不二愤怒守尸。第10回讲三圣演说全真理，损面容甘做丑陋人。006第6回孙渊真劝夫舍家财，马文魁受禄通权变。万法皆空何所求，借财护道养真修。暂将此物通权变，他日依然一概丢。话说重阳先生将借财护道，召集修行人之言，对马玉说明。马员外乐服，向先生言曰：你老人家如此说来，是个大有道德之人。我与捉金孙氏，都愿拜你老人家为师，不知先生意下如何？重阳曰：只要你夫妻真心修道，
我则无可无不可，但必须先舍家财，而后传汝之道，可使一心一意，免得常牵常挂。马员外曰：你老人家要用银钱，只管去用，我并不吝惜，又何必舍？王重阳曰：不舍终是你的，我不得自由自辩。马员外曰：田地在外，银钱在内，我去将契约账据呈上来，交与老人家，便是舍也。重阳先生曰：契约孤存如处，只需请平族长立一纸舍约，便可畏惧。马员外便喜未忧，辞了先生，转回上房，将重阳之言对孙渊真说之，又曰：依我看来此事不妥。渊真曰：怎见得不妥？马员外曰：难道娘子不知我们这族内人之心魔？渊真曰：人各有心，焉能尽之？马员外曰：我们这族内之人，见我们夫妻伐嗣无后，一个个都想分爵业，只等我两口儿一死，这家财田地俱归他们了，焉肯叫我把家财舍与别人？我故曰不妥。孙渊真曰：这也不难，你明日请几位得力的族长来商量一商量，他们若是依从便罢，若不应允，你可如此如此，他们定然乐从，包你此事成就也。马员外听了，笑道：娘子果有才情，这事多半能成。即唤马兴去，请族长准于明日午前取其。马兴去请族长，自不必提。到了次日，族长来至，又跟了一些同班的弟兄，与其下辈的子侄，都莫想有席照同桌来吃喝。当下这些人到厅内，分班辈坐下，有一位伦辈最高的，名叫马龙，是个贡生。当时马龙问马玉曰：你今请我们来，有何话说？马玉说：孙儿近年以来，常患鸠饥，3天没得2天好，一人难理，百人事。更兼你那孙儿媳妇，屡害老婚，难以管事。今有陕西过来一位王老先生，是个忠厚人，是我留在家中，我意欲将家园付与他料理。我同妻子吃晚闲饭，他说好便好，要我请平族长与他出一张舍约，因此我才请各位尊长到来商量，就出一张舍约与他吧。马员外话才住口，恼了一位堂兄，名叫马明，
这马明站起身来，指着马玉说道：你吃了吗？酣了吗？胡言乱语，祖宗基业，只可保守，那有舍与别人之理？你受了谁人笼哄，入了那般圈套，说出这不沾阴的话来。马员外自知其理不合，见他作恼，不敢再言。有个堂叔马文魁，是谓儒学生源，又有个堂兄马昭，是谓国子监太学生。这两位晋升，是马族中两个出色的人才，凡有大小事务，全凭他二人安顿，或可或不可，只在一言开销。这马文魁是有权变之人，当时见马明抢白马玉，随口接着说：是不要埋怨他，我们这员外是个老实人，埋怨他无益，可去叫那王老先生出来，待我问他一问，看他是何缘故。说毕，即叫马兴去唤来。马兴去不多时，即将老先生请到厅前，他也不与别人见礼，别人也把他全部放在眼里。马明一见大笑曰：C Windows C Avesse botão LT plus C Oui